陆良之妻，姜氏雪莹，玉秀名门，德才兼备，温婉贤良，特封尔为三品书人。放开我！将与儿盘剥乡里，鱼肉百姓，难担世子妃之位。着即杖责20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钦此。这是给你的休书，从此你与郡王府再无瓜葛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雨儿，你怎么在我房间？姐姐这身衣服我穿着可真合适。你穿了我的诰命服，被人传出去可是大不敬之罪，还不快脱下来？你的，我们同嫁郡王府，我是世子正妻，你嫁了低贱的庶子，到最后你丈夫封侯拜相，你获得诰命，我却被休弃了。凭什么？你仗着世子妃的身份，恃强凌弱，如今这般，怎能怪到我头上？姐姐可曾记得，父亲曾找道长，给你我2人批算命格，说过，你我姐妹2人命中相克，一人得势则一人受损，气运此消彼长，盛衰无常。那不过是无稽之谈，我身为嫡女，却被你和你小娘百般刁难。如今你将自己的恶果赖在我头上，真是颠倒黑白，可笑至极。可他那些话一语成谶了。我嫁给世子，本该享尽荣华一生的，是你抢走了我的气运，把我的气运还给我，把我的气运还给我！你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快走！给我回来！小心！姜雪莹！我要换妻，姜雪莹。姐姐，我不要嫁给世子了，我们换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这个世子妃我不当了，让给你。这是大婚那日，难道我重生了？二小姐，先前分明是你吵着要嫁给世子的，大小姐已经让你一次了，怎的现在上来花轿，你又后悔了？本小姐说话，哪轮到一个贱丫头插嘴？妹妹为何要换嫁？当然是我好心，想把世子妃之位让给你，放着世子不嫁，要嫁一个庶子。庶子怎么了？说不定将来他能封侯拜相呢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嫁给世子？当然愿意，那可是世子妃之位，
既然妹妹这么好心，那便换吧。看来她并不知道上一世发生的事。果然，只有我重生。原来你也重生。你敢打我？既已换嫁，那我便是世子妃。有些规矩自然是要教你。以后我的人，你不准动。来人，把嫁妆一并换了，世子妃的牌面不能少。不准动，这是我的。要换嫁还是要嫁妆，你自己选。嫁妆而已，都给了你又如何？妹妹，你以为换嫁就能改变一切？姐姐，你以为这世子妃那么好当啊？既然老天让我重来一回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委曲求全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既已换嫁，又占了预知先机，这次谁也斗不过我。诰命夫人只能是我，从此命途所向，自我锋芒。我有老太君撑腰，弄死你这个世子妃也并非难事。我的世子妃姐姐呀，听闻处子汉可做药引，对世子爷的身体大有裨益，劳烦姐姐了。世子那一房可是龙潭虎穴，姐姐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重活一次，哪怕前面荆棘满途，我也要闯一闯。并蒂连入郡王府，双喜临门。我替老太君长家，特意来给二位新娘添福，请二位结履上金莲。果然和上一世一样。心腹走金莲摔倒了怎么办？我来抱你。芊芊，我受过的苦，你也要原原本本经历一遭。世子妃为何还不走？是要让老太君来请我？他怎么会没事儿？十彩金莲，十全十美。
还不走？难道要让老太君来请吗？世子可是出了名的顽固，昨日又去找了那武姬，一夜未归呢。哎，新婚第一天就闹这出，这世子妃可不好当啊！等着瞧吧。姐姐呀，世子等会儿不会将那外室带来吧？我可真是心疼姐姐，还没入门呢，就要被人看笑话了。望义世子刚教完你规矩，又忘了，刚才那巴掌还疼吗？内子无意冒犯，在下替夫人道歉，还望世子妃莫要怪罪。堂弟既如此说，那便好好教教他规矩。吉时已到。今日两对新人喜结连理，世子为何不在？世子来了。陆天行，你竟然为了个武姬，连郡王府的颜面都不顾了吗？我身为世子，却连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还谈何颜面？混账！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分得清孰轻孰重吗？我从来没有答应会娶她。若觉得丢了颜面，大可以现在就回江家。倒是月儿，她今日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定让这婚仪变丧礼。世子果然还是如此荒唐。上一世大婚，他害我成为全余城的笑柄。姐姐，这次该轮到你了。我可以救月儿姑娘。就凭你？我这儿有颗御赐的金丹，能治百病。那是我的陪嫁，姐姐你换了我的嫁妆。这是世子妃的陪嫁。若拜了堂，这些便一并入了世子府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若有你只守我，三生曲折，豁然星河，跨越千山万水的沟壑，刺破心魔，守我缘分虚构的。你威胁我？我只是给世子多一个选择，何来威胁？那你想要什么？自然是世子妃之位。我不仅要和你拜堂成亲，我还要你一个承诺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本世子谈条件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月儿姑娘的性命就在您手里，孰轻孰重，就看世子如何选了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但你若敢骗我，我定要了你的命。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
妹妹，你只看到我前世诰命家风，风光无限，所以选陆良。殊不知，他功成名就的背后，是不为人知的代价。世子也太过分了，大婚之夜竟还去找那个外室，留小姐一个人独守空房。那不正好？我现在有钱有地位，还不用讨好男人，这才叫痛快。小姐，我觉得你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以前你总说要顾全大局，受了委屈也不说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了。我要为自己而活。累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，明日一早要进香，小姐也早点休息吧。春梅，能再次见到你，真好。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咱们不是天天见面吗？快回去吧。是。上一世，铁姨娘以外男入室，设计毁我名声，幸亏我及时跳窗，才得以逃脱。那边怎么有个黑影过去了？快随我去看看。田姨娘算准了世子不在，果然又故技重施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？谁？夜闯世子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田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刚看到有个男人朝世子妃房间去了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，我有点担心。世子不满这桩婚事，根本不会去圆房，此刻应该正陪着那舞姬呢吧？深更半夜竟有旁人去了世子妃房间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。守住门窗，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小贼敢偷到世子头上来。哟，我还以为是府里进贼了，没想到是世子妃在偷人。姐姐自幼养在乡下，她定是怕今夜不能跟世子同房惹人笑话，所以才一时糊涂。她怕人笑话，我郡王府就不怕被人笑话。江雪莹，还不快让床上的狗男人滚下来！世子在此，你们谁敢放肆？哼！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赶紧给田姨娘道歉，求她别告诉祖母，否则你是要被沉塘的。来人，绑了这对奸夫淫妇去见老太君。真的是世子！怎么会这样？世子怎么会在这儿？萧雪莹，你对世子做了什么？我与世子房中情趣，岂容你一个妾室之回？田姨娘，你刚刚说谁是奸夫，谁是淫妇啊？我不知道是世子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我与世子的洞房，你说闯就闯，真当自己是当家主母了？夫君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自会罚他们的。世子，天儿知道错了，明明看到黑衣人进来了，怎么可能不在？我说黑衣人怎么凭空消失了？
难不成是藏这儿？妹妹啊，今夜也是你的洞房夜，你却来此，到底意欲何为？雨儿只是担心姐姐。明知世子在床上，还想靠近他的床榻，是存了什么脏心思？不是，雨儿本是好心，怕姐姐屋里真的进了贼。闹这么大动静，你们一个好心，一个误会，就想糊弄过去？该怎么做，我刚刚教过你们。刚要绑我扯帘子时，力气可是不小的，现在没力气了。世子觉得你们打得太轻了，让你们护法。妹妹下不去手啊。左右今晚这个规矩我是要立的。既然下不去手，那就让田姨娘先来扇你。这一世，世子怎么会在他房间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田姐姐，田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对你动手的。滚！姓姜的没一个好东西。田姐姐，我姐姐在家就嚣张跋扈，对我说打就打，我也是心疼田姐姐。虽然你有老太君护着，但她毕竟是世子妃，她也得当个稳才行。现在这郡王府还是我掌家呢。你这悍妇，还不快给我解开！你在做什么？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与我无关，我为何要帮你？给我多来2个人，有人通报这里进了贼。江湖救个急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若不是悍妇，恐怕此时已经被他们沉塘了。不过世子你不是在陪着你的外室吗？我好心来见你救了玉儿，你倒好，恩将仇报是吧？那咱俩扯平了。世子，请回吧。扯平？怎么扯平？你刚刚让我在众人面前如此丢脸，这怎么算？你拜堂时的所作所为，我以为世子不要脸面呢。你这个女人，还真是牙尖嘴利啊！自然是比不上月儿姑娘公良温顺。世子啊，好走不送。哎呀，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？难道你今晚要留宿在这儿吗，世子啊？我不该在这睡吗？不过像你这样的悍妇，本世子没兴趣。世子，金丹能救命不假，但月儿姑娘的病来得蹊跷，世子好生留意。
窗户果然是被封死的。看来这一次田姨娘要害我不假，江雨儿也趁机动了手脚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姐姐院中出了点事儿，我去瞧瞧。你看，我的脸还受伤了。你我春宵一夜，我在此等了你这么久，你居然去隔壁院子看热闹。那毕竟是我的姐姐嘛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啊。让夫君独守空房，是我的不对。世子妃没事吧？啊，老奴莽撞冲撞了世子妃，还请世子妃恕罪。无妨。世子妃快请进，老太君在等您进香呢。孙喜给祖母请安，愿祖母万福金安。心腹先进香吧。嗯。香火断了，是断子绝孙的征兆。啊！这么晦气啊！不然就休了吧。如此不吉之人，望老太君与世子休亲。昨晚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，这回我可管不了了。不劳世子出手。如此拙劣的手段，也敢当众算计我？刘嬷嬷，今日我来祠堂前，只接触过你。哎呦，世子妃没事吧？世子妃，你可不要冤枉老奴啊！老奴可什么都没做。
上一世没有端详一世，此番看样子是冲我来的。这是怎么了？这是祖宗弃血而速啊！陆家先祖再次警示：世子妃为不祥之人。到底是祖宗之意，还是人为陷害，尚未可知。陆姐姐刚刚上香是意外，如今又作何解释？不然，祖先为何会一直流血泪啊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亲自问一问陆家的列祖列宗，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是11吧？来，过来，帮我拿一下脚杯好吗？嗯。给，谢谢你，去玩吧。还望祖宗明示，雪莹今日身陷困境，是否遭人恶意陷害？一拼一突乃圣杯之相，亦为神灵认可。莫非你真是遭人冤枉了？老太君笃信神灵，那我便也假借神意，用这脚杯脱身。脚杯连掷3次，都是一正一反，神意昭然。祖宗在上，已为雪莹明辨冤屈了。多谢陆家先辈为雪莹做主。原来如此，上香你动手脚害我，牌位流血，是不是也是你做的？冤枉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流血也是人为？祖母，有人将血包封在白蜡之中，涂抹在这牌位之上。祠堂烛火常燃，白蜡受热融化，这才导致牌位流血的假象。他说的没错，这牌位上的确有蜡。你为何要陷害我？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刘嬷嬷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怎能做出这种事？我错了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求老太君饶命啊！来人，将这刁奴拖下去，杖责50，赶出郡王府，卖给牙婆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老太君，刘嬷嬷是田姨娘院里的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才歪。祖母，这府中的家风得扶正一下。你连自己院里的人都管不好，再次思过，未满12时辰，再罚你3个月的月俸。再有下次，我就收回你的掌家权。老太君，祖母小心啊！掌家权，这倒是提醒我了。与其处处被动受制于人，不如自己当家做主。老太君，我是冤枉的。你倒是不笨啊，还知道利用11手上的糖浆在脚背上做手脚。师子要是把这股聪明劲儿放在正事儿上，
也不至于一直被人称为纨绔。十一，今日谢谢你啊。太祖母说了，你是父亲的妻子，是我的母亲。十一有母亲了。好孩子。只感谢十一。十一，小心台阶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世子刚刚还想休妻呢。你进府不过区2日，便生出这么多事端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这悍妇身上还有什么惊喜？世子想找乐子，去找冷月姑娘便是，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成亲那日，你让我许你一个承诺，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时机未到，不便告知世子。哼，你这么能耐，那想必明日归宁也用不上我了。世子一诺千金，当然不能浪费在这种小事上。娘子，我身份虽不及兄长显贵，但这次归宁，我会保你风风光光的。夫君，你对我可真好。姐姐，今日回门怎么不见世子啊？呀，哎，我给忘了，世子一早就去找那位月儿姑娘了。妹妹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不当讲就别讲。我的好姐姐，希望待会儿回了江家，你还能笑得出来。走吧。世子，这是我为您新学的舞蹈，世子可喜欢？你前些日子中毒，身体才刚好，别那么累。只要世子喜欢，月儿便欢喜。月儿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若拿性命作赌，下次我也未必能及时救你。那日并非我本意，我只是害怕世子娶妻之后就不要我了。我知晓，所以我才买了这里送给你。以后五方便是你的倚仗，你不用再感到任何的不安。世子要把五房送给我？你四处转转，看喜不喜欢。世子为何将五方送给冷月姑娘？纨绔世子一掷千金，为了个女人开设五方，这样的名头才不会引人注意。将我们的人都安插在这儿，以后通过五方联络。是。
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好歹是世子妃，父亲这是何意？是我让着姐姐，她才有了世子妃之位。可她仗势欺人，借机打我、辱我，对妹妹动辄打骂，让外人看出你们姐妹不和，看我们江家笑话。你就是这么做姐姐的？父亲怎么不问问，妹妹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，你怕是都忘了你姓江。原来是陆小公子啊！可是世子也来了。你知道爹爹没来，所以才敢欺负我母亲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这里呀，是你母亲的家，怎么会有人欺负她呢？母亲，你告诉我一盏茶后进来，我可来得及时。非常及时。那母亲可别忘了要奖励我哦。自然是不会忘的。好了好了，想必雪莹也不是故意的。今日孩子们归宁是大喜的日子，快进屋吧。翡翠镯子，哎呦，你看这白云棋子，一看就贵重。很不错，你们用心了。爹娘，这些东西平日里可不常见的，夫君是费了些心思的。岳父岳母喜欢便好，能娶到雨儿是我的福气。哎呀，哼，归宁这么重要的日子。世子也不来，你是怎么伺候世子的？娘，别说这些。姐姐毕竟是世子妃，光有世子妃的名头有什么用啊？这女子啊，有丈夫疼才是真的。你看陆良，满心满眼啊，都是你。确实，妹妹与妹夫恩爱有加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。妹妹该不会是忘了吧？不错。父亲，世子今日有公务要忙，虽然不能陪女儿归宁，但也送来了归宁礼。春梅，江大人，世子特地准备的夜光杯，请您笑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套夜光杯光泽柔和内敛，实在是罕见至极呀！世子有心了。你怎么来了？陆郎，陆郎，奴家好想你啊！你看这镯子，一瞧就是祖母绿、帝王绿的呢。我女儿就是有本事。父亲，女儿有要事需要处理，先失陪了。
都不陪他回门，他竟然还笑得出来。就是。哎，姑爷出去许久，这是去哪儿了？若不是当初你执意要还家，你现在的夫君可是你姐夫呢。这个贱人，他不会起了别的心思吧？哎，这谁让你来的？公子，几日不见，奴家真的太想你了，便去了郡王府做婢女。奴家再也不想饱受相思之苦了。听话，听话，现在你先回去，我晚上再去看你，好不好？公子又要骗奴家了吗？还是你的新婚妻子能有我这般会伺候公子？不行，这里是江府，会被发现。他们都在协商，是不会发现的。小狼蹄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妹妹，我劝你不要过去。现在知道拦着我了，你做那些苟且之事时有没有想过我呀？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石头在别人心里；你若捅破了，这石头便在你心里了。贱人，滚开！怎么会是这样？奸夫淫妇！不是，奸夫淫妇！别打！一个婢女，你同她计较什么？这般善妒，怎配得上正妻之位？你竟为了一个婢女这么对我，你竟为了一个贱婢这么对我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堂弟啊，今日归宁，你竟在江家做出这种事情，传出去，让妹妹颜面何在啊？你禁止混账！娘！这个女人我没认错的话，是血影你带来的吧？是你搞的鬼！江雪瑶，你就是看不得我们夫妻恩爱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离间我们，对不对？按妹妹的说法，是我让你夫君管不住自己，我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与人苟且啊！你闭嘴！别吵了，陆良，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我江家一个交代。岳父大人，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还请您不要插手。看你选的好夫君！哼！哎呀！陆良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今日做出这种龌龊事，连个交代都不肯给我，你将我置于何地啊？交代？你大庭广众之下撒泼犯浑，丢尽我的脸面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这个家现在还是我做主，你再敢忤逆我试试。你不是一直想见到陆良吗？眼下就有一个机会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精心挑选的夫君，可是有不少惊喜等着你呢。上一世，
从未听说陆良有过外室，这一世怎么就哪都不一样了？哟，雪儿妹妹今日不是风光回门了？怎么看起来这般失魂落魄？还不是因为江雪莹。行了，哭有什么用？你现在要么去讨好陆良，把他拴住，要么就想想法子怎么对付江雪莹。我哪有什么法子呀？连田姐姐你都被他害得是个人。我那是轻敌小瞧了他。田姐姐，我好心提醒一下呀，今日回门，他是带着小少爷一起去的。什么？他把小十一带回你们江家了？11虽不是姐姐亲生的，但从小养在你这儿，今天一口一个母亲的叫着，听着跟亲母子似的。我这个姐姐呀，惯是会拿捏人心的。贱人，我倒是该给他点厉害瞧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请世子践行诺言。这回时机到了。我要郡王府的掌家权。掌家权在祖母手上，你找错人了。世子只需要配合就好，祖母那儿我自会想办法的。我本以为你只是想要一个世子妃的位置，没想到你野心不小啊。世子妃的头衔于我而言只是暂时有用，世子放心，1年之后我自愿与世子和离。和离？哎呀，你费尽心思得到了世子妃的位置，当真舍得？我与世子并无感情，我知强扭的瓜不甜，世子也不亏，以后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我定当全力相助。你帮我？陆家家底虽深厚，你整日流连五方，不务正业，以后这基业怕是守不住的。我守不住基业？你想和离是吧？好，现在就立字据，到时候你想反悔都不行。哼，江雪阳，你还真是有备而来啊！男人靠不住，有备无患。哼，信都盖好了。夫君，今日是我莽撞了，只是因为太在意你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，要不要来尝一下？夫君，不要生气了，奴家给你赔罪好不好？
夫君帮帮我嘛！夫君，怎么还给奴家准备了礼物啊？小浪蹄子，花样可真多，就让你见识见识为夫的18般武艺。老太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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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您救救十一吧！十一怎么了？昨天夜里，十一突然昏迷不醒，请了郎中也查不出病因，怕是中邪了。求您恩者，请大师前来瞧瞧吧。这，快，找大师来！是，大师找大师。大师，怎么了？这位夫人前世杀孽太重，恶鬼缠身，怨念迟迟未消。大师，可有破局之法？此女断断不能再留，否则郡王府必遭天谴，厄运不断。我自嫁入世子府，未曾有半分违背家族纲常，却要遭受如此刁难。祖母，您当真要听信他人妄言吗？老太君，您看看十一吧，你忍心用十一的性命和整个陆家冒险吗？哗众取宠，一派。
您怎能任由他们把府上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？先前是田儿不懂事，惹恼了世子妃，可十一还只是个孩子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吧。田姨娘所言，倒像是我故意要加害十一了，是田儿的错，田儿知错了，求您放过我的孩子。那你觉得我该如何？雪莹，十一虽说不是你亲生的，但他好歹也唤你一声母亲，你愿意为他去道观求福保平安吗？世子妃的头衔再尊贵，于陆家而言，终究不过一个外人罢了。既是祖母的意思，雪莹去便是。江雪阳，你平时那牙尖嘴利的劲儿去哪儿了？这个时候你听话了。十一唤我一声母亲，我自当为她的安危着想。我相信，假的真不了，既不亏欠，也更无惧。姐姐，道观清苦，此去可要多保重啊。妹妹，还是先操心一下自己吧。江雪莹，你猖狂不了多久，此番你定是有去无回。世子爷，今日精武坊开张，月儿姑娘让我请您过去。啊，九月已经带着贺礼过去了，帮我转告月儿，我今日有事，改日再去。姑娘，这是世子让九月送来的礼品。世子只说有事就不来了。是，听闻世子妃出事了。十一，不是说药效一过就会醒吗？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十一，他死了！
果然给11下药陷害江玄阳，可只有迷药怎么够啊？他死了，戏才够劲儿。大师，大师，救命啊！大师，大师，大。你说话呀！我给你钱让你配合我做戏，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么药？你太让我失望了，老太君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是江雪莹，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，还敢狡辩！若不是雪莹发现的早，11早就没命了。竟给孩子下这种毒，若是发现的晚，就算有命也会吃上。你可有把握？信我。谢谢。先别急着谢，罪魁祸首还没找到。你是有了什么主意？世子可愿配合我？天一娘，你擅妒成性，设计陷害我，为了一己私欲，不惜谋害陆氏子嗣。老太君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没有下毒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，您饶了我吧。还有11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他。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你根本不配提11，若不是被我发现，你还打算对他做什么？都是因为你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活！好大的胆子！行刺世子妃，罪加一等，鞭笞50，收回掌家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丢庄子上自生自灭，任何人都不能救济。不是我，老太君，走！不是我，老太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不穿外衣啊？你大半夜进我房间，还质问我为何不穿外衣啊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我关心你还有错了？你还跑进来了，你给我出！你是来给我送药的？不然呢？祠堂还有田姨娘的事情，多谢了。你这个人看起来玩世不恭，品行倒不赖。那是，本世子一贯行侠仗义，眼睛里容不得沙子。哦，那你可真厉害呀！你耳朵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被我夸红的。哪来那么多话呀？烧药。
别走，别走。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十一呢，以后就交你抚养了。十一的生母是？十一是我在战场上捡的遗孤，我视她如己出。田姨娘是祖母找来照顾她的，为了方便，所以安排在我房中，就给了个姨娘的名头。放心，我会善待十一的。姐姐，姐姐，圆妹妹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快叫离开这，江雪怡那个贱人，等我回去了，我定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姐姐这副样子，还真是让人心疼。只是，这郡王府，你怕是回不去了。什么意思？若你回去喊冤，让他们重新翻案，知道我才是给陆十一下毒的人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是你毒害了我的事业，是你！原以为你能彻底把江雪莹赶出府，等陆十一死了，我再顺势除掉你，一箭双雕。可谁成想你这么不争气，你怎能如此害我？为什么？上一世，你仗着有老太婆撑腰，欺我、辱我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使劲叫，使劲叫得越大声，我就越爱听。如今我只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你，怎么就受不了了？上一世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上一世？我要去找老太君，我要告诉他们，一切都是你做的。现在我们两清了，得罪过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祖母，雪莹知道您爱听曲儿，特意给您请来的角儿，您听听。好听，好听。祖母喜欢便好。雪莹啊，前一段时间让你去道观静修，你不怪祖母就好。祖母为陆家殚精竭虑，雪莹啊，满心的敬重。只是雪莹有一事相求。说来便是啊。田姨娘被逐出府，祖母掌家，雪莹想替您分担，学习掌家。你想管家，
祖母，她是世子妃，掌家权早晚也是要给她的，您就让她历练历练，您也好清静清静，享享清福。此事不急，3日后长公主出宫巡查，我已邀她到郡王府来做客。你可愿意代郡王府准备一份贺礼？自然是。姐姐才情出众，心思细腻，所备的贺礼定能受长公主喜欢。她怎么会为我说话？看来有诈。长公主身份尊贵，贺礼关乎我郡王府的颜面，请祖母允许，让雨儿妹妹配合我一起将贺礼准备妥当。哦，好啊，便由你2人一同准备。你想要掌家权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意。拉上你入局，出了事，谁都别想置身事外。老太君对2位夫人准备的贺礼十分的满意，只待明日宴席上献与长公主，万不可出差错。这把钥匙，你们2位夫人谁来保管？姐姐身为世子妃，钥匙自然要交给姐姐。雪莹定不负所望。姐姐拉我入局，无非是想平摊责任。如今我们姐妹2人福祸相依，我定不会给你添乱的。你最好是，姐姐之前在江家处处退居人后，如今可真是大不一样了呢。长公主夫人佩服。长公主难得来郡王府，今日我特意为长公主备了一份贺礼，愿长公主福泽绵延，万事顺遂。老太君客气了。此礼乃老身孙媳雪莹精心准备，愿长公主能够喜欢。如此贺礼，本宫倒有些期待了呢。这衣服，这羽衣鹤氅用的可是极北之地珍稀白鹤的羽毛，单寻这些羽毛便要花费100日时间，如今竟被毁了。雪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长公主息怒，一件衣服而已，坏了就坏了。可老太君的心意被毁，好好的宴席被破坏，世子妃该当何罪？长公。端上来。贺礼珍贵无比，以防万一，臣女在香锁上涂上了特殊之物，破坏贺礼之人手上必留下痕迹。
只需将双手浸入水中，贼人自会现形。不如让妹妹先来吧。世子妃这是何意啊？我这几日一直配合你准备贺礼，又怎会故意破坏？妹妹，你我是接触贺礼最多之人，若不自证清白，怎能让他人信服？世子妃，我的嫌疑该洗清了吧？看来他应该找好了替罪羊。你们几个也像二夫人一样，把双手浸入水中。是。回长公主，这是橘子油，涂抹后无色无味，只需将双手浸入水中，自会显出痕迹。臣女将此油涂在锁上，若是有贼人打贺礼的主意，这沾过油的手便是铁证。你为何要破坏贺礼？是受何人指使？没人指使我。江雪英，隔世作尽，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苦头。他已认了罪，还不赶快压下去！饶命啊，老太君，我错了，老太君饶命啊，老太君。祖母，雨儿配合世子妃准备贺礼，今日出了差错，难辞其咎。待宴会结束后，请祖母允许我亲自审问贼人，给郡王府和长公主一个交代。贼人虽然抓到了，可本公主的兴致全毁了。今日真是扫兴。长公主，长公主消消气，还请您再给臣女一次机会，随臣女移步花园。好吧，那就去看看。哎呀，啊！一件羽衣鹤氅已实属难得，这竟然还有一件。此礼象征着老太君与郡王府的心意，极为珍重。臣女担心有人会图谋不轨，特意制造仿品，并将真品藏于紫霄罐中，由道长祈福了12个时辰，方才呈现。福生无量天尊，世子妃聪慧机敏，行事周全，赏。多谢长公主。原来她早有防范，还故意拉我一起筹备。不过我的好姐姐，我还有后手，走着瞧。听说你今日出尽了风头，在长公主面前都毫不畏惧，倒是令人刮目相看啊！难得听到世子的赞许，着实让我受宠若惊。祖母已经答应了，把掌家权给你，你可得好好谢我啊！
那是靠我自己争取来的。世子不过是给我说了几句好话而已，就想让我谢。哎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自然是要认的。多谢世子。好好执掌这钟会，往后这府里的大小事务就都交给你了。雪莹定不负祖母期望。雪莹啊，如今你已长家，要尽快与君行开枝散叶，也好让我享受这天伦之乐。祖母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一说正经事就逃。祖母，破坏鹤里的贱婢翠竹已经招供，但事关世子妃，雨儿不敢擅自做主，还请祖母定夺。妹妹但说无妨。翠竹说，田姨娘死了。什么？田儿死了？祖母，她还说，杀死田姨娘的人就是世子妃。我只有借着破坏鹤里把事情闹大，才有为我家姨娘喊冤的机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几日前，我去庄子给田姨娘送衣物，亲眼看见世子妃杀了田姨娘。你胡说！世子妃何曾去过庄子？我相信姐姐。他们虽然有过节，但姐姐绝不可能做出谋害他人之事，这才来请老太君定夺。我有证据，这是我在庄子发现的，这可是世子妃的东西。是我的不假。前几日我便发现自己丢了一个耳饰，难道仅凭一个不知从何得来的耳饰，就要污蔑我杀人吗？老太君，翠竹不敢撒谎，破坏河里我都认了，断没有道理无故配有世子妃。我认为言情曾经为田姨娘做主。田儿既已受罚，我相信雪莹断不会再下杀手。雪莹啊，你看如何处置？先将人关起来，好生看着。春梅，让管家去一趟庄子，查看情况。是。姐姐，你可知我煞费苦心，就为了这一天。老太君，世子妃，我刚刚从庄子上探寻回来，田姨娘确实已死，这是从尸体手里发现的布条。这是，你可认得此物？雨儿不敢妄言，只是很像姐姐的一件红色衣裙。原来她绕着弯子做这些，是在这儿等着给我下套。那件红色衣裙，前几日世子妃陪小少爷玩耍时便划破了。只是这衣裙若是在府里划破的，又怎会出现在田姨娘的尸体上？祖母，若我当真杀了田姨娘，难道我会将这破损的衣裙放在房间，等着你们去搜吗？世子妃高高在上，既然一切证据都能推脱是巧合。既有人证物证，又事关人命，暂且收回你的掌家权，去祠堂思供，待世子回来，彻查在议。事已至此，雪莹相信，真相定会水落石出的。姐姐，你我气运羁绊已久，这次你再难翻身，我的好日子
便要来了。世子，孙将军离开了咸阳关，已在回虞城的路上。孙将军潜伏多年，如今回城，定是查到了当年陆家军被害的线索。待他回来，立刻告诉我。是。世子今日似乎很高兴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月儿，陪我喝一杯。世子，求你救救我家小姐！雪莹出事了。九月，随我回府。是。啊！又是这个江雪莹。你又没犯错，跪什么跪？起来。你都不问我。你为人磊落，断不会用这种阴招。这等精巧又歹毒的局，也绝不是翠竹能想出来的，定有他人在背后指使。从贺礼被破坏到栽赃我杀人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都是江雨儿在背后谋划的。居然是他，他竟敢对你下手，凭他也做不到天衣无缝。我先带你离开这里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不可，祖母下令让我进族，我若是离开，便是忤逆尊长。此事只能劳烦世子帮忙了。物证可以作假，关键还在证人身上。凭我对江雨儿的了解，她定不会留下翠竹这个把柄。得罪过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这么不巧，偏偏被你撞见。别杀我！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既如此，也由不得你了。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求你！那便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否则，就算你自己不要命，也得想想你的家人。是。放心，这里可是郡王府，你今日表现得这么好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换上它。九月，派人出去寻找翠竹的下落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去查二夫人在哪儿，除翠竹以外，留意向江雨儿的可疑之人。是。离开虞城，再也不要出现，否则田姨娘就是你的下场。是。你的胞弟在城南做铁匠，若是你动了别的心思，翠竹不敢。滚！这个人见过没？不认识。走。下一个。没看过。我没见过。顺便来看看这个。站住！那个大斗篷的！站住！别跑！让你站住，你没听见啊？
站住！把这间房子前后堵住。是。
明明是我占了重生仙机，为何反被江雪莹处处压制？她的脾气和秉性也和之前大有不同。哎呀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若真如此，春梅，给我拿些花肥来。世子妃，春梅一早出去买墨了，说4时才回来。40？可如今都已经50了，她怎么还不回来？世子妃，四处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春梅。春梅，春梅，这是春梅的香囊。上一世，春梅的弟弟欠了赌债，他还不上，结果去了赌坊，出了意外。什么情况？莫非上一世的悲剧还会重现？我得去赌坊看一下。上一世，春梅就是从这里跳下去摔死的。江雪莹若是来此处寻找春梅，说明她也知道上一世的信息。她定是重生之人。哎，九爷，春梅不见了，劳烦你帮我去找她。是。对了，若你见到世子，让他去赌坊找我。好。亲近之人身陷险境，我不信还能冷静自持。这一招棋，让我来赌一下，他是否会乱了阵脚。果然，我赌对了。怎么是你？赌坊的人跟我说，我郡王府的人欠了他们赌债，我当是谁呢？没想到是弟妹啊！不，我不是来赌钱的。那是来干嘛的？下棋啊？这赌坊的赊账单上印着我陆府的印信，不是你，那便是你的好夫君啊！此事我定会找夫君问个清楚。世子，这里有我和姐姐从小爱吃的桂花糕，不知姐姐现在身在何处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她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把钱给我还上。是。这混蛋居然背着我输了这么多银子。江雪莹没来，看来她并非重生之人。之前我太过急躁，吃了几次亏。待我借前世所知，细细谋划，定会翻盘。不对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春梅的月俸是上一世的3倍有余，她不会被逼来赌坊。莫非有人拿她做局？世子，府中有大量的银钱支出，我怀疑有人在外赌钱。我一介女子不好进去，麻烦世子进去看看。好，我来处理吧。此番试探后，你更加确定我并非重生。从今以后，
你在明，我在暗。往后的较量，你惹我一尺，我还你一丈。听闻前些日子十一少爷病了，不知如今可好些了？有他母亲照顾，好得很。母亲？多亏雪莹懂医术，才把十一从鬼门关里拉回来。我为十一准备了些补品，世子走的时候记得带给他。他一个小孩子哪用得上这些啊？再说十一已经去了外庄。世子，你先出去吧。孙将军有消息了，我们明日约在城郊会面。小姐，这礼品，人家既有母亲的照顾，又怎会需要我的礼品？扔了吧。是。这江雪莹入府不久，不仅赢得十一的信任，还搞垮田姨娘，拿到掌家权，不简单啊！看来我要会一会她了。这么多笔账都是陆良支出做官员宴请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钱怕是花在青楼了。二公子看起来仪表堂堂，居然好赌又好色。看来我得去趟雅韵轩对下账，若是找到陆良报假账的证据，我便停了他的月钱。世子妃，账目已给您备好。有劳了。世子妃慢走。张贼啊！站住！你站住！站住！去跑！啊，这也是夫人的吧？郡王府的账本，您是郡王府世子妃？正是，多谢姑娘帮我个大忙。小女子冷月，若不是世子妃的金丹，我怕是早已没了性命。难怪看着这么眼熟，原来是冷姑娘。前面便是金吾方，不知世子妃可否赏脸，容月儿聊表寸心，以谢救命之恩。事业半成。这是西域特供的葡萄美酒，千金难求，世子妃尝尝可合你的口味。如此好酒，真是令冷姑娘颇肥了。世子妃叫我月儿便是。月儿先敬世子妃一杯，感谢世子妃的救命之恩。今日多谢冷姑娘出手相助。月儿再敬世子妃一杯，为大婚那日世子当天的所作所为道歉。孙将军，审计要行有贪赃军粮的证据。孙将军，孙将军，什么人？此人乃信阳关尹潜逃的叛将，你与之勾结，等数。追！
飞，世子妃。这张脸还真是肤若凝脂，绝美动人呢。若是毁掉了，世子还会对你上心吗？轻易就毁掉你，岂不无趣？你在郡王府风光无两，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。颜真能试出的毒有1000种，试不出的毒就有1001种。江雪莹，好好享受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徐公子，您喝多了，我扶你去包头休息。郡王府夫妻不睦，世子妃在外与人行苟且之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呢？冷姑娘，我本无意与你为敌，你和世子之间的事与我无关，别再来招惹我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官府办公长了，闲杂人等让开。你受伤了，他们要抓的人是你。谁他娘的砸的老子？是你们谁？还让开让开，去楼上走。是我砸的。让起开！你敢打我？官爷，你快管管，这人喝多了在此闹事。接着搜。是。给我挨个房间的搜。是。这个房间看看。
世纪从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何人在此？原来是陆世子。滚出去！别扰了本世子的情趣。例行公事，还望世子恕罪。今日救世子的明明该是我，江雪莹，我不会让你抢走她的。那人可抓住了？属下无能，我们赶到精武坊的时候，让他给车乱跑了。精武坊，陆军行的那个精武坊，他可在里面？他在包厢里寻欢作乐。巧合，可惜他妈不信巧合。给我看紧陆军行。是。今天世子对江雪莹的态度与之前明显不同，她不过是站着近水楼台而已。我不烧这把火，郡王府不是这么好进。这陆世子又欠下风流债了。起来，出了什么事儿？世子，姑娘今日为帮您打的那位是徐将军的独子。他被打后心有不甘，半夜去我们宅子放火滋事，我和姑娘好不容易才跑出来。先随我进府。宅中失火。你还能去哪儿？就算这姑娘是外室，你们总不该见死不救吧？是啊，对啊。如今府中雪莹当家，你做主吧。
冷姑娘是因世子受难，于情于理，郡王府都该庇佑她。姑娘暂时住在府中养伤吧。多谢世子妃。好啊，他办得对，没错。世子胆真是大。今天谢谢你，让他们暂时留于府中。冷姑娘安顿好了。其实我有什么明日再说吧。夜深了，世子请回。其实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世子无需向我解释，冷姑娘入府，我并不在意。只是祖母对此颇有微词，世子别因此事与祖母产生嫌隙。啊！你这是做什么？今夜我与你睡。世子此前因为冷月姑娘时常不在府中，如今她入了府，你倒要与我睡？陆君行，你今日伤的是身子还是脑子啊？你当真一点都不在意吗？我在意什么？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外室接进府，这本就服了你的颜面。我今夜若不留宿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在背后编排你呢。他们编排我又如何？我又没让人烧了宅子，无家可归。世子还是回去照顾你的月儿姑娘吧，她比我更需要你。好，我走便是，我就多约过来。哎，世子，把门带上。你叫我管我就管。亏我还想送你衣服。世子，你刚受了伤，怎么还喝酒啊？好，无碍。这么晚了没有休息，找我何事？月儿一直在给世子添麻烦，心里过意不去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些，你没了住处，也都是因为我。这不算什么，你知道的，我心中一直有你。月儿，我送你5方，就是想让你有个谋生之处。你聪慧过人，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无论世子怎么想，月儿都愿一直半年左右。你救过我一命，我很感激，但我对你也仅有感激之情。可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能陪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少喝点。这是江雪莹的那件衣服。都怪月儿莽撞，弄脏了世子的东西。月儿这就拿回去洗干净，再还给世子。既然已经脏了，也送不出去，算了，扔了吧。是。
姐，夫人，他今日怎么跟你穿一样的衣服啊？月儿特地来向姐姐道谢，谢谢姐姐的好心收留。妹妹不必谢我，要谢也该谢世子。世子确实对月儿体贴，还特意为我置办了新衣。我见这款式与姐姐的相似，更是喜欢了。这哪里是相似，分明是同一款。春梅，就算是同一款，姐姐穿的这件既显温婉贤淑，妹妹没有姐姐的气质。不过世子说，倒也偏爱我这份清新灵秀。冷月姑娘在这府中尚未有名分，这一声声姐姐叫的倒是顺口，也不怕旁人听了会笑话。可是因为妹妹穿了和你一样的衣服，惹世子妃不痛快了。妹妹，这牡丹和芍药虽然相似，但一个是真国色，而另一个却只能是个陪衬。姐姐就算再不喜欢，可这衣服是世子精心送的。我没有不喜欢，我只是担心妹妹，别人看了会觉得东施效颦。世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这还不够明显？世子是来看牡丹和芍药谁开得更好吗？我还给你买了件更好看的，还给你配了相应的发簪和耳坠，瞧瞧可喜欢？过来呀，瞧瞧。买这么多衣服和首饰啊，看来得管管你的月钱了。世子妃消气便好。江雪莹，你凭什么？我陪伴世子这么多年，他只能是我的。
世子累了吧？月儿来替你更衣。平日里，世子一直不解风情。今日，月儿便让世子好好享受一番。世子是在拒绝月儿吗？月儿难道不是世子一直捧在心上的人吗？谁？陆君行，你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你中毒了，我去给你配药解毒。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刺破世人的夜色。谁记得眼里最痛的底色？伤痕着不如歌，踏碎蹉跎，天高海阔，我们肆意生长，紧靠着梦如火。给我。谁给你下的药？冷月。他不是你的外室吗？你们俩还需要这些？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对他都有照顾，就被人传上了外室。那为何不成亲？他说他一介孤女，借用我的名头，在外面不会被欺负。总之，今天谢谢你。你就当我日行一善，日后也让我做你的恩人。去查一下冷月的底细，我觉得他和之前救我的人大不相同。是。世子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你居然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。世子，你在说什么？
月儿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。灵犀香，西域一种催情香。不过，现在书房的香炉应该已经换过了吧？世子，月儿这般倾慕你，怎么会用这种手段呢？有些情谊，一旦消磨殆尽，便没有再挽回的机会。待你找到新的住处，你便离开吧。陆君行近来并没有什么异样，除了在郡王府，就是去五方喝酒。没有异样就是最大的异样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既然我们进不去郡王府，那就找个由头，让我们的人去查一查警方。世子，探子传信，沈经。官府办案，搜查赃物，捉拿要犯。看来这官差起疑心了，速去把新营关有关的证据全都转移走。是。我可没犯事儿啊。上次好像就是这批官差，这是出了什么事？九月怎么扮成小厮了？哎，怎么不跳了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啊！陆君行这是在装醉。小子，让住！过来。哪人啊？说你呢，听不见吗？陆君行，给老娘滚出来！家里有个舞姬不够，还日日跑来这儿喝花酒，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世子妃啊？今日要不给我个说法，别想踏出这个门半步！陆君行，陆君行，陆君行！夫人，我没喝花酒啊！你不信你问他们，我这……哎呀，官爷，别着急回去啊！要不，你抓几个舞姬回去审一审。告辞。这女人有点意思。哎呀，这回世子妃悍妇的名声，怕是要传遍整个虞城了。我又不在乎。你怎么来五方啊？你从郡王府支了笔银子给五方，我来看账，结果一进来就见你装醉，为九月打掩护。夫人聪慧啊，一进门便看出了门道，还不动声色地帮我遮掩，这等机敏，令我佩服。不过支账一事呢，等待时机成熟，我会将一切告知于你。倒也不必，你假装纨绔，又受伤又惹来官兵，想必定是做了什么危险之事，我可不想知道你的秘密。你是我世子妃，
夫妻本就应该同甘共苦，福祸相依啊！呀，演戏还演上瘾了。听了乐琴就少往外跑，你也该收收心，准备科考了。科考？夫君头脑聪慧，这般才学怎可被埋没？待夫君科考中举，往后仕途顺遂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哎，科考那就更需要银钱了，各方都需要疏通和打点关系。真的，只是拿我的钱去赌，去逛青楼。只有赌坊和青楼才能结交权贵。你一个妇人，你懂什么呀？比不上你姐半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姐能因外事进府，你呢？此前就因燕娘子撒泼，我现在用银钱都指手画脚了。学她？她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，还好意思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我可丢不起这个人。你懂什么呀？自打那武姬进府，世子可有留宿过一夜？反倒日日哄着世子妃，人家大度，换来的是夫妻和睦。夫妻和睦？冷月，你上一世不是挺厉害的，怎么进了府还不动手？看来夫人是想念为夫的18般武艺了，正好，我今晚还有一招。听闻冷月姑娘身子虚，我特意
老太君，这是长公主差人送来的回礼。哎呦，还是长公主想的周到啊！有了这送子观音的庇护，定能让君行跟雪莹早生贵子，那我陆家就能四世同堂，香火兴盛啊！好，好，好！收着吧。见过二爷。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夫君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那个郎中正是，不过今天郎中说我胎相不稳，最近都不能同房了。没事，要好生养着。都听你的。哎呀，十一嫔妃大般亲生的，你肚子里是陆家第一个孩子，若是儿子，便是陆氏长孙。我终于能压陆君行一头了。都说呀，喜鹊到，好运到。哎呀，你什么时候也给府上添个喜，让我也能抱上曾孙呢？祖母，这是您最爱吃的春笋。这孩子真是。哎，玉儿，怎么了？身体哪儿不舒服啊？祖母，托您的福啊，玉儿已有了身孕，往后就要往家里添新丁了。哎，真的，玉儿有喜了！哎呀，菩萨保佑啊，菩萨保佑！这送子观音啊，真的是眷顾我陆府啊，这下可算盼到了。如今妹妹有了身孕，定要保重好身子。我去请大夫，给妹妹开一些滋补的药膳吧。哎呀，对，还是雪莹想的周到。姐姐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已经找好了郎中，每3日为我请平安麦。祖母，不瞒您说，我这头一胎，心里既欢喜又紧张的，最近胃口实在不好，唯独想念姐姐亲手为我熬制的八珍汤。啊，雪莹还有这手艺？祖母放心，我如今长家，雨儿又是我妹妹，我定会照顾好她们母子的。那便辛苦姐姐亲手为我熬制八珍汤啦，别人做的我实在是吃不惯呢。妹妹，你安心养胎便好。夫人，您亲自盯了2个时辰煲汤，我看二夫人就是诚心折腾咱们。如今全府上下都知道我在给她煲汤，若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她还不借机大闹一场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得亲自盯着才行。春梅，你去打听一下，她到底是哪天怀的孕，哪个大夫给她号的脉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没想到我的世子妃手艺这么好，还真是令人惊喜啊！哎，世子闲来无事，来我这儿说风凉话了。哎，祖母非催我过来找你，说人家二房都怀上了，叫我们也努努力。那要不你委屈一下，告诉祖母你不行。你怎么知道我没这么说啊？可祖母说啊，君行啊，你怎么不行啊？啊，雪莹也懂医术啊，要不你让她给你治治，有病得治。我看也得治一治。要不你试试？
姐姐真准时啊，一刻不差的将汤送过来了。妹妹怀有身孕，我自是不应怠慢。我懂，姐姐这般上心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是怕我使诈，姐姐害你。妹妹说的对。这味道。香囊中还有益母草，这可是孕妇的禁忌之物。我看看妹妹的脉，你没有怀孕。二公子，二夫人说凉亭风大，让您为她拿件披风送过去。好的，我这就去拿。花园里有株冰碧莲开得极好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哎，咱们也去花园看看。好。你竟敢用假孕骗人？对啊，都是假的。血，好多血！来人呐，快来人！你如今在这府中被江雪莹处处打压，我与你联手又有何用？我再不济也是郡王府的人，总比你一个暂住的外室行事要方便许多。我有一计，可为你扭转如今的局面。这西域药丸服下12个时辰后，会出现下体流血的情况，表面上与滑胎一模一样，只是会在脉象上露出破绽。二夫人只需要提前买通好郎中，此局便可成。买通郎中后，府内皆知我已怀孕，到时看到我流血，就会认定我小产。我已献计表明心意，剩下的便看二夫人了。放心，只要斗倒了江雪莹，世子自然是你的。夫人体弱，初次怀胎本就不稳，如今因外力所侵，胎落血崩，需速速调养。大夫，可有挽救之法？我下去开个方子，按时喝药调理，他日尚可再孕。是你推了雨儿，才让她摔倒落红。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我没有推她，更没有要害她。祖母，今日你也在院子里，你也看见了呀。雪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推雨儿？祖母，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都是她自编自语，污蔑我。孩子没了，你还在那信口雌黄。祖母明鉴，原本我担心妹妹的身子，便让世子去请曾在太医院供职的徐太医过来，如今倒可以一查真假了。我劳烦太医了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人。
你这个杀人凶手，还要颠倒是非，真相还尚未查出，堂弟，还是不要口出妄言的好。你们说，她刚刚滑胎流产了，可她腹中胎儿尚在啊！真的？什么？还在？胎儿，我的啊！来来来，这些赏赐就都放在那边吧。这件事只是意外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那治你落红的药，可是大寒之物。二夫人叫我来何事？你这贱人，明知道我找胡郎中做戏，还在他诊出我有孕之时，威胁他不让告知我，还给我吃饥寒之药。你想害死我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这郎中。二夫人，就是他给了我钱，还让我不告诉你。之前你们找我时，口口声声说是假怀孕，可我方才把了脉，实实在在是喜脉呀。什么？真怀了？看脉象也有月孕，可他自己丝毫没有察觉。我这有副保胎的药，你赶紧。不必。收了我的钱，就按我的吩咐做，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记住，管住你的嘴。是。她有孕一事，不准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想借我的手斗倒江雪莹，我也因那落红之药伤了身子。你这一石二鸟之计，真够狠毒的。你我素无瓜葛，竟然趁世子不在诬陷我，怎么，连二房的人都要来欺负我一个孤女吗？还怎样？今日我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欺负我的下场。假孕变真孕，假落红也可以是真流产。这么热闹啊！世子，你可来了！二夫人假孕陷害世子妃不成，便将那罪名安在我身上，还请世子为月儿做主。冷月这毒妇利用我对付世子妃，害我险些滑胎。如此心思歹毒之人，不配留在我们郡王府。所以，你承认与他联手，设计陷害我？我只是被他蒙骗了，我也被害了。勾结外人，诬陷当家主母，理应家法处置。但念在你怀有身孕，便罚你禁足，非我允许，不得外出。回去好好养胎吧。
有些银票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1个时辰内离开郡王府。世子，鱼儿是被冤枉的，是江雪莹和江雨儿诬陷我，是她容不下我。老岳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是离开吧。做什么？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疯了又如何？陆君行，我与你相识数载，如今却被你弃之如敝履。我给你留了体面，是你不要。那晚，徐公子被他父亲禁足，压根就没出过房门。照这情形，宅子是你自己烧的吧？可是我只是想与你朝夕相处，这样也有错吗？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根本就不是当年救我的人。我已经找到了当年的人证，你同我一样，都只是受伤的流民，所以你熟知当时的情况，利用这点来冒认我的救命恩人。原来你早就开始怀疑了。我送给那位姑娘的东西，却被你偷走了。我没有偷，是他自己掉在地上的。所以你并非是他。把玉佩还给我。这些年，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。在我大婚前故意服毒，挑拨我与祖母的关系，在我房间给我下催情香，这就是你对我的付出。是啊，我是给你下了催情香，可你连碰都不碰我一下。陆之行，你根本就不想。堂堂郡王府世子只是个不举的废物。来人，把他带走，岂容他在这胡搅蛮缠。走。江雪瑶，你别得意，嫁的人不过是个废人，你注定要守活寡。世子妃是个活寡妇。求陆家列祖列宗保佑我腹中胎儿平安顺遂。这可是我陆家的长孙，是我陆良的嫡子。你上次这么一折腾，差点害了我的孩子。是我一时大意了，你也跪下来拜一拜啊。你现在有身孕，一切都得注意些，也别再去招惹那个江雪莹了。你说，你二人分明是姐妹，你为何总是处处针对她呀？夫君有所不知，曾有一道长赠言，我与姐姐二人的气运是此消彼长的。我针对她，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肚子里的孩子。道长的话可信吗？本以为换嫁，气运能好一点，没想到还是处处被他压制。可如今不一样了，我有了孩子，定能扭转乾坤。换嫁？其实也不是，本来就是你我婚约下定拜帖，是我爹心疼我，非要让我当什么世子妃，我不愿，最后还是嫁给夫君了。
此话当真？千金不换如意郎。原来我早就认识陆君行。你别总想着跑，你这嘴上的发语符，手里不好，命都不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等你养好了伤，我们再见面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个算枕巾，暂时放到你这儿。等我向你讨回来的时候，要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当年救下的人，原来是他，他竟认成了胧月，我才是他要找的那人。我还给你买了件更好看的，还给你配了相应的发簪和耳坠，乔乔可喜欢？原来我们之间还有如此别样的缘分。谁？睡了吗？这么晚了，找我合适？他们果然不同房。冷月说的没错，陆君行还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人呢。小姐，小姐，今日未时，塔林寺后山相见，难道是陆君行约我？听说塔林寺求姻缘可灵验了，很多相爱之人都去山上祭姻缘绳呢。
若非你二人换嫁，如今你早已是我妻。想必我们是有缘分的。只不过雨儿如今怀了我的骨肉，我自然是要对她负责的。是啊，不如你二人效仿娥皇女英，共侍一夫。雨儿妹妹同意了。这种事我自然有办法说服她。长得这么丑，你想得到什么？这个没有底线的卑鄙小人，上一世就该亲手宰了他。我将武方的经权收了回来，以后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啊？这里日后完完全全属于你，是你的私产，与旁人无关。确实是个惊喜。世子为何想到将金武方送给我？你之前想要掌家权，掌家后又对看账颇有意见，我觉得你定能写经营铺子。世子好大的手笔，一出手就是一家店。今晚花灯节，我们一起去逛逛。莫非你还想送我一家花灯铺子？喜欢就买下来，那有何不可？他平日一副纨绔模样，也不知是真荒唐还是装模作样。把他给本王叫上，本王倒要会会他。王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失敬失敬。王爷，这是怪在下招待不周。本王听闻，有一要犯逃至金武方后，便凭空消失，至今仍未找到。陆世子这武方，该不会藏匿什么要犯吧？哎呦，王爷，我这就是个寻欢作乐的地儿。我要早知那日搜查的是王爷的人，我定然全力配合呀。王爷消消气，我最近从西域寻来了几位舞姬，舞跳的极好，我这就去给王爷安排。哎呀，这武当真妙极呀！难怪世子日日待在这武方。王爷您知道的，我呀对这舞文弄墨、打打杀杀的不感兴趣，就爱这美人在怀，逍遥自在。那世子当真乐不思蜀，对当年陆家军在信阳关全军覆没，对陆老将军战死也不在意。王爷为何突然提起此事啊？难道陛下想借当年之事敲打陆家？世子放心，本王必定会保住你的逍遥日子。你干嘛呀？为了怎么呀？住手！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再敢放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妈的，舞女不让摸，你当老子是来听曲儿的？你搞清楚，这是武方，不是青楼。速克还真是不一样，这下有人帮咱们出头了。轻点。
别害怕，女子在这世间，才艺是底气，本事是尊严，凭技艺照样能闯出一片天。多谢世子妃。我的金武方不会有以色示人之事，我们干干净净也能把钱给赚了。谢谢世子妃。刚刚让大家受惊了，今日每一桌送一壶醉花酿，还望诸位以后多多关照。你说这金武方不以色示人，还能赚钱？不怕王爷笑话，我也不止这儿能挣什么钱。有意思，你这世子妃不简单啊，行事大胆又有想法，有趣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哎，快看，有面具！公子夫人来看一看，今天早上刚到的面具。这个千面伪装，这个适合你。明媚狡黠，这个也适合你。情人做花灯，佳偶续情长。走，去看看。公子夫人，做一盏花灯吧。我来。你在写什么？秘密，花灯亮起的时候就知道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哎。你看那个，好好看。
世子妃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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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子妃，救救我！王公子他喝多了，他要强迫我。世子妃，王公子对你一往情深，不如你就咽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世子妃不是说我们不会语色识人吗？是不可上有药。来吧，来，好啊！来人呐！快死人了！快叫郎中！有没有人管他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快给我看看你写的什么。世子妃，精武坊有个乐师出事了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我女儿被你活活逼死，你还有脸来？我们听说杨乐师出事了，就赶了过来。发生什么了？你明知道那位王公子好色成性，还逼着杨妹妹去伺候他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什么？你逼良为娼，草菅人命，你没好下场！鬼启是你能随意诋毁的？你若是没有证据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们亲眼所见，杨妹妹并不愿意，世子妃却又将她送进那间房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今日申时离开五方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他刚刚一直与我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在五方？你们都是在一起的，你自然想着他了。哎，是啊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江雪莹，你涉嫌精武坊命案，随我们回衙门一趟，看你们谁敢！难道世子妃就可以罔顾律法，草菅人命吗？难道我们命不是命吗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啊！还望世子以大局为重，否则我们只能公事公办。我跟你们走。雪莹，此事颇为诡异，定是有人伪装成我的样子栽赃陷害。今日我百口莫辩，唯有你能帮我寻找证据，还我清白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
店主可曾见过画轴上的女人？哦，是她。昨夜就是这位公子带着夫人在我这儿做了盏花灯。店主可以证明，世子妃昨夜与我就在此，不可能出现在金武坊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这边只有世子和店主能证明世子妃出现过。金武坊的几10个人都亲眼见过江雪莹，到底是真是假？目前的人证无从为信。昨夜金武坊跳楼的乐师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是江雪莹送他进来的。只有可能是雪莹，有没有看错？有没有可能是长相相似的人？不发誓，那女人一开始还不愿意，跑了出去，是世子妃亲自把她送进来的。她晕晕乎乎的，好像喝醉了的样子。出去那么一会儿就喝醉了？我不清楚啊！根据五方中人的说法，我是有时来到的五方，进入大堂后便上了楼。此人了解我的行踪，知道我不在五方，才敢明目张胆地冒充我。然后我遇到了杨乐师，安慰了他几句，扶着他再次进入房间，说他不悦我，为什么我顺从地进去了？难道他被控制了？这么多人说亲眼见到的是雪莹，那人定是用了易容之术。世子妃，救救我！来嘛！此人熟悉五方布局，这房间离后门最近，想必他做完一切，便神不知鬼不觉从后门离开。站住！陆觉醒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我没事。竟是他！儿子，他让我累死江雪莹，做成上吊自尽的假象。到底是谁？他穿着斗篷，蒙着黑纱，我没看清他的样子，只知道她是个女人。女人？还有什么特征？你再仔细想想。她身上有股香气，
手腕上戴着一串铃铛手链。铃铛手链？是银铃铛，那是他给我银钱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是冷月。没想到他竟会易容术。他此前就用过西域的迷香，想不到竟然还会用西域的易容之术。是我大意了，若非因为我，你也不会遭此大难。你别自责，他处心积虑，换做任何人都难以发现。只是他会易容术，若藏起来，我们怕是很难找到。此事便交给我吧。郡王府谁出事了？这都不知道。我听说世子妃在狱中畏罪自杀了，好像是强迫乐师做皮肉生意。哎呀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不是。你说什么？萧雪莹死了？此话当真？她真的死了吗？哎呀！上一世，陆良就是在科考告中后，步步高升，最后封侯拜相。先生还特意叮嘱，说我命中有诰命之愿。夫君，你可得加把劲儿啊！我还等着风风光光的做诰命夫人呢。好，我定会努力读书，一举夺魁。终于死了，就算你是世子妃又如何？你斗不过我的。
得到陆军行污蔑我名声，说我逼良为娼，还买杀手要我的命。在精武坊给乐师下药的人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你知道了又如何？你为什么要扮成我的样子？精武坊是我的，陆军行也是我的，凭什么都被你抢走？我就是要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尝一尝被人唾弃的滋味。害我入狱，为何还要赶尽杀绝，置我于死地？因为只有死人才不会与我争。很好，进来吧。冷月，你方才亲口承认罪行，在场之人听得真真切切。你们居然诈我！你以为只有你会西域的印吗？我们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那你就再死一次！此前安排你假死，还需给家里个交代，以免造成恐慌。今晚就先委屈你在此休息。这屋子属实有些暗，我再去点盏灯。这玉佩可是枕巾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养好了伤，我们再见面我就告诉你。这个算枕巾，暂时放到你这儿。等我向你讨回来的时候，要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叫江雪。原来你才是当年救我之人。我没想到我们之间的缘分原来这么早就开始了。我们经历了这么多，其实我应该早一些向你表明我的心意的。我的
你在做什么？找破坏我们夫妻和睦的东西，和离书，把它彻底毁掉。我那儿还有一个。你再说，今天谁也别想起床。世子，李阿内在等您，说是和您约好了去打牌九。你告诉他，让他回去吧，不去了。是。真不去啊？之前我装纨绔呢，是为了信阳关一役的真相。现如今，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夫君，让你成为全余城最令人艳羡的娘子。你蛰伏多年，贸然变了性子，我担心你会有危险。为了你，我自然不会莽撞行事，定会保护好你和自己。小雪。夫君莫要生气，如今我们家全靠你了，只要你高中，日后定会功成名就。科考可没那么容易。你才学过人，我对你有十足的信心。我还真有个中举的法子，只不过需要些银钱。钱，就知道钱。礼部尚书公子恩师贾大儒连续几年押中策论考题，若是能得到他的指点，还怕考不中？只是要见贾公，需打通关系。可是我已经没有钱了，带的嫁妆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难不成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机会白白溜走吗？你科考乃是重中之重，若是能让全府围着你转，盼着你高中，那江雪莹还能坐视不管吗？夫人有法子，我会帮你的。祖母，他们这是作何？姐姐前2天出了事，我这心里啊一直不踏实。找人一算，说是府里的风水有问题，就请道长来调一调，求个安心。好孩子。老太君，昨夜我夜观天象，文昌星大放光芒，这府中紫气萦绕，定是要出大才子啊！哎呀，道长，我家梁儿正准备科考，你看可否能高中进士啊？这公子之妻命中旺夫啊，公子定能金榜题名。这段时府里诸事皆以他夫人意愿为先，全力相助他为公子祈福。哎呦，玉儿啊，我陆家有望出进士了，你定要为梁儿多多祈福。雨儿自是全心全意，
只是之前犯错，被姐姐禁了足。当下自然是以堂弟科考为大事，禁足不足为道，解了便是。多谢姐姐宽宏大量。雪莹，良儿科考为重，你定要全力配合。那是自然。妹妹找我来，所谓何事啊？祖母特意交代，一切以我夫君的科考为重。如今他科考需要些银钱打点关系，姐姐能不能支1000两银子给我？1000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若是没考上，那银子不就打水漂了？我夫君才学过人，定是能高中的。待他加官进爵了，这点银子算什么？姐姐的目光。借些银子总可以了吧？行，肯定是行。但若是没考上，这银子该如何？若是没考上，这银子我1分不少的还你。若夫君中举，这1000两就当姐姐给我的贺礼，姐姐可敢吗？好，1月为限。若还不上，我便收走你抵押的田宅。立据为证。立就立。等我夫君中举，姐姐这面子和钱财，怕是都没了。陆良的本事我再清楚不过，上一世若不是我盯着他苦读，想中举绝无可能。夫人周身祥瑞，家中定出仕途显达之人，平步青云。借您吉言。夫人两世积福，才得这般机缘，定要好好把握。两世积福，我重生一次，不正是两世？这是真神仙啊！仙姑，请留步。我夫君马上就要科考了，还请仙人指点一二。公子命带将相格局，将来必定位极人臣。只是今年流年不利，命宫犯煞，科考之途恐有波折。仙人可有破解之法？本月初5，文昌星大盛，若能借此助其运势，我应当如何做呀？还请仙人明示。宴请四方宾客，为公子的科考再添助力。记住，必须在初5这日。初5是科考的最后一日，还没放榜就宴请吗？夫人莫要担忧，人越多法力越强，齐聚一堂，福泽加持，定能助公子高中榜首。榜首，多谢贤人指点。夫人两世积福，才得这般良机，切要好好把握。进去吧。好吧。哎，不一样。这个是你吧？啊，夫君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进去吧。这场科考，为夫准备的周全，夫人尽可安心。祖母还盼着你高中榜首，为郡王府再添荣光呢。我定要让整个郡王府以我为荣。
姓名？陆良。进去吧。恭喜恭喜！哎呦，这郡王府就是阔爹好呀，娘。哎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待夫君归来，我们在府里好好庆祝一番。今日你们就宿在这儿。哎呀，这怎么好宿在郡王府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咱们女婿啊，马上就要高中了。父亲。小娘，住处已经给你们安排妥当了，你们放心住下便可。怎么又没瞧见世子呢？世子公务繁忙，今日我也未见到他呢。他一个纨绔，哪来那么多公务？上次你归宁他不在，如今他堂弟科考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还不见个人影。哼！哎呀，老爷，世子本就对雪莹不上心，你就别说了。我夫君靠才学争取功名，不像有些人靠着爵位坐享其成。这世子不会是躲起来不敢见人了吧？我与世子于郡王府中操持，各司其职，不像妹妹整日里把希望寄托在夫君身上，倒像是个没主心骨的。父亲，小娘，快入座吧，老太君在里面等着呢，马上开席了。二夫人今天也太嚣张了吧，在您面前如此骄横，还诋毁世子。我巴不得他更耀武扬威些。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我交代你的事情都明白了吗？大开！有人举报，考场有人作弊，给我查！令堂最近可还好啊？好，恭喜恭喜老太君，恭喜恭喜！公子回来了！这不是还有1个时辰才结束吗？怎么就回来了？莫不是夫君文思泉涌？提前到这儿了！才够大完，日后定当前途无量啊！奏乐，奏乐，迎娶夫人！哎呀！奏乐，奏乐，奏乐，奏乐！家里这么多人啊！自然是妹妹特意请来，提前贺喜，庆祝你一举高中。二弟，你怎么被送回来了？难不成是突发疾病，不能继续考试了？考生陆良，考场作弊，藐视科考威严，着令其终身不得再参加科考，以此为戒。我夫君饱读诗书，只为科考扬名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对啊对啊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，证据确凿，终身禁考已是轻罚，好自为之吧。孽障，孽障！陆良，不能再科举，你不是说你准备周全了吗？郡王府世代受皇恩，竟出了这等心情不堪之人啊！作弊被人丢回府，真是把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对呀，来人，上家法！祖母，我也是一时糊涂啊！祖母，陆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不孝子孙呢？老
祠堂去，对着列祖列宗跪着去！祖母，祖母知错了，祖母，祖母。江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居然还大摆筵席！哎，走，咱们也走吧。没事。哎呦，走吧。回去。我依俺夫人吩咐，将那些话一字不差地告知给二夫人。夫人，您让仙姑去狂二夫人大摆宴席，不是又给了她机会长脸吗？他认定陆良能高中，想出尽风头。可陆良惯会投机取巧，他小抄我都见过，所以到时你去贡院送封信。说得对，是该举报他，不然对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太不公平。说得对，江雨儿想声势浩大，我就帮他传得人尽皆知。毕竟捧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我原以为你是个做事沉稳的孩子，当初你大宴宾客，我就觉得不妥当。可是你跟我说呀，这道长灵验得很，说的头头是道。祖母，雨儿只是想着，你想让全余城的人看我们家的笑话。要不是你有身孕，我也让你跪祠堂去。雨儿知道错了，告诉那个孽障，今日起滚回老宅修缮祖屋，没有我的口信，不准他回来，别让我再见到他。是，雨儿知道了。中了！陆公子高中解元，陆家高中，难道夫君那时有反转？当时只是误会了，是不是二公子成绩出来了？是陆世子，世子中举了。陆君行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不可能！为何不可能？我只是没有声张去参加了科考。你大肆宴请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我不在吗？深藏不露啊！平日里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还有这等才学？夫君优点还多着呢，时间还长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祖母，君行，真的吗？正式的文书一会儿就到。啥？谢老太君。堂弟做出如此糊涂事，丢尽了陆家颜面。我身为郡王府世子，我不考个解元回来，如何重振陆家的声威啊？好！哎呀，列祖列宗显灵了！走，跟我去拜拜。怎么可能啊？他一向不务正业的，他定是买通了考官，否则绝不可能高中。世子高中凭的是真才实学，不像有些人净走那旁门左道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被人抓了现行。还奏乐吗？你少在这装腔作势了！他什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他根本就不行。妹妹真会倒打一耙，你夫君作弊，沦为全城人的笑柄，还有脸在这质疑别人？记得还你欠我那1000两，不然1个月后，你抵押的宅子可就是我的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一天到晚吃香的喝辣的，老子在外头天天干苦力活，怎么？我回个家都要偷偷摸摸的吗？谁让你可是作弊的？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找了那么多人大办宴席，我至于沦落到如此地步吗？你怪我？为了让你中举，我前后使了多少力气？不仅欠了江雪莹一大笔银子，差点连我小娘的田产都赔进去了。我现在就是整个云城的笑话。你笑话？还不是你天天说我能高中，跟中了邪似的，活该你！我真是瞎了眼，
以为你有真本事，没想到你连陆军行都比不上。你说什么？陆军行随便考都能考中解元，你呢？本来好好的前程全被你毁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打你如何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了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郎中说，只要身体恢复的好，就再能怀上。我的孩子没了。夫人，小声点。夫人，你小产一时，千万不可声张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被府上赶出去了。若让他们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我们以后在府上就毫无立足之地了。往后可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你还会怀上的。重活一世，老天为什么还是如此对我？啊？为什么你跟上一世不一样了？上一世你明明高中了。不是你魔怔了吧你？什么上一世啊？你会中举，成为宁王权臣，飞黄腾达，封侯拜相，为什么会不一样啊？夫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都怪你！都怪我！最小声点，你不怕别人知道你肚子里没了孩子？孩子，宁王权臣，若真能攀上宁王，世子，谢阳关传来消息，秦太守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最近朝中可有人去过信阳关？宁王部队以查军纪为名，刚从那边回来。看来秦守义背后之人，应该是宁王。攀附本王的人那么多，你又凭何入得了本王的眼？我既来自荐，自是要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既然如此，那本王给你个机会一试，就当你的投名状。多谢王爷。难道我夫人说的是真的？宁王会是我的靠山？你是说堂弟在修缮整理老宅的时候，发现了父亲多年前寄过来的书信？正是，二公子说那信是前几年寄过来的。父亲的家书为什么会寄到老宅呢？二公子说许是信寄错了地方，他也将信收好，等他能回府时再把信给您带过来。他还说让您给老太君求情，早日把他放回来。我现在便去看看。世子，老宅到了。
别动手啊！你是谁？我只是飘香阁的一个伙计，有人给了我10两银子，让我来这里取东西的。世子预料的没错，老宅果然有埋伏。是谁要害你？堂弟这几日可曾出过门？回世子爷，不曾。可有人拜访？无人拜访。几年前的信，恰好出现在我摸到信阳关的时候，过于巧合。再说这个小厮的回答完全不假思索，我不是有诈。看来我这个堂弟不得不防啊！九月，派人盯紧他，查出背后之人。是。夫人，最近1个月的采买账目有些蹊跷。出什么事了？近来府里购置的绸缎成色不比以前，但价格却高了不少，应该有问题。去查一下这家店背后的东家，看看是否与府中之人有所关联。是，还有您之前吩咐采买的药材都已经到了，可是府上有人病了。没人生病，不过很快就要用到了。叫人搬到后院去，妥善存放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是。算算日子，时候将近了。怎么那么大药味啊？听说是世子妃买的药包。他买那么多药干什么？把那个搬过来，来去看看。哎，放这了。哎，来。这些是治什么的呀？啊，侯亚夫人的话，这些药材有驱寒止泻的功效。买这么多药，想开医馆不成？驱寒止泻，听着像是治瘟疫的。哎，别说那么多，干活吧。啊，好。上一世，信阳关5月大疫，死伤无数。他提前备药，不会是预知此事吧？江雪莹，他也重生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军行高中戒远。今信阳关瘟疫肆虐，特封为钦差防疫使，前往信阳关治理瘟疫，望不负朕望，钦此。臣陆军行，定不负圣恩。你到了信阳，出门记得带布巾，瘟疫肆虐，极易传染，定要多加小心才是。怕什么？夫人不是让我提前带了那么多药材过去吗？不过我倒是好奇啊，你让我提前备药，难道是预料到那边会有瘟疫？信阳地势低洼，如今又遇梅雨时节，湿气易滋生疫病。我之前在医书上看到过类似的记载，提前备药，以防万一罢了。我这一走就是月雨，夫人至于我说这些吗？我在寺里给你求了一个平安符，你一定要随身带着。雪莹，我会想你的。好好照顾自己，平安归来。否则怎样？否则我还有一份和离书呢。好啊，你还存着这份心呢？跟你说笑呢。我会日日为你祈祷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世子，你最好有天大的急事儿。属下按您的吩咐，一直监视着二公子。他
他刚刚出了老宅，去了宁王那儿。宁王？原来堂弟背后的人是宁王。另外，宁王派出了4个死士，深夜出发去了信阳，我们就要启程。宁王这个时候派人过去，属下担心对您不利。他的人是去找秦守义。秦守义在信阳多年，一直在为他效力。他手上应该有宁王贪腐的证据。宁王想杀他灭口，我们要派人尽快找到他。是。此前的事，算是你一事。接下来，本王给你个差事，随陆军行一起去信阳，帮我监视他。多谢王爷赏识。先别着急谢，必要的时候处置你。王爷的意思是让你不是说过要为本王赴汤蹈火吗？可他毕竟是我大哥呀。此前我叫你去送信给他，在你老宅安排了杀手，可他并未中计，识破了这个陷阱。你猜他会不会觉得是你要杀他？王爷，您这是……若他认定是你，即使你不动手，他也会对你下手。这个道理你可明白？可大哥是世子，圣上刚亲封他为防御使。凭他一个介人能当上钦差防御使，是本王在圣上面前举荐，他才得以有这官职。而你，本王定会让你师出有名。多谢王爷。是。圣上对此次致意非常重视，着本王务必妥善安排。本王思来想去，陆良与世子既为兄弟，想必定能配合默契，便举荐他作为此次的监军。承蒙圣上与王爷厚爱，臣感激体谅，定不辱使命。此行很快出发，你先下去准备。宁王对我郡王府的关照，还真是一桩接一桩，如此厚爱，君行定铭记于心。本王对陆老将军敬重有加，想当年他马哥过世，本王可是心痛许久啊。父亲的死，我一刻都不敢忘。我不会重蹈覆辙。那本王便恭祝世子早日凯旋而归。好了，他们都在等你呢，快去吧。我会早去早回，平安回来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还信阳平安。我在家等你。薛阳，你要提防你那个妹妹。
还不如我夫君。他可是监军之职，世子靠才学获取功名，不像某些人贪附权贵，得个虚衔。待我夫君加官进爵，平步他何时平步青云，我不清楚。可是妹妹，你欠我那1000两银子，不足20日便到期了。妹妹还是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还我钱吧。陆军行终于走，姐姐，现在府上就剩你我2人。既然都是重生归来，看看这次鹿死谁手。一共37000两。印子钱放短期的，尽快收回本钱和利息。夫人放心，2个月内保你翻倍。这是存帖，请夫人用印。好，钱帖上收，夫人慢走。还好我提前偷了江雪莹的印章。世子，打探清楚了，西边村子瘟疫最严重，感染者有几百人。那边还有一袋。好，我们先去那边发药和粮食，你多带些人，避免哄抢。好。陆良，大哥，头实在是疼得不行了，这一路舟车劳顿的，我有点撑不住了。我们一会儿去送药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多谢大哥体谅。九月，当年因宁王贪墨军需，导致我们陆家军惨败，秦守义可能是宁王贪墨的重要人证。你派人暗中调查他，务必要比宁王的人先找到他。是。陆公子还真当自己是来监军的。公子准备什么时候下手？哎呀，大人你别急呀，这外面瘟疫这么厉害，说不定他得个病就死了。他可是带着药来的，若是让他治好了疫病，到时候名利双收。公子觉得，王爷可还容得下你？那你自己先看着办吧，少拿宁王来压我。这些药是用来救命的，你主子为了害我，竟罔顾百姓死活。我只是想偷点药材换钱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你是宁王的侍卫吧？以为换了身衣服就能瞒天过海？把他关到柴房，留几个人看守药材。是。走。世子诽谤高丽印子钱，还动手打我们，我们今天得要个说法，要说法。要说法，给个说法，要说法，要个说法。
上一世我就是偷了你的印章，以你的名义放了印子钱，结果被你反偷了存铁。如今你也重生了，定会用上一世的法子脱困吧？世子妃欺行霸市，如此高丽的印子钱，简直是闻所未闻。不仅如此，催债的还动手打人，求老太君做主。什么印子钱？郡王府这么大家业，又不缺银子，姐姐身为世子妃，为何要私下去放印子钱啊？上一世的手段再来一次，看来他是急着还那1000两，不惜铤而走险。你们有何证据？我们是从永利钱庄借的，掌柜亲口说，放印子钱的是郡王世子妃。钱某见过老太君。雪莹，放印子钱稍有差池，便会酿成大祸，你怎会如此糊涂啊？姐姐，这一切的感觉你很熟悉吧？我猜你会认下此事。是我托你放的印子钱，但我从未让你为了催债动手伤人哦。他们一直不还钱，我这一时着急，吓唬吓唬他们。下一步，收买人心，凭事端。来接印子钱的皆为穷苦百姓，这样3个月内还上本金，剩下的利息我分文不取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但雪莹放的印子钱皆为自己的私钱，绝没有动府上的1分1毫，亦不会有下次了。好，现在只差最后一步，凭存铁就可以去钱庄拿钱。上一世你偷了我的存铁，领了我的钱占为己有，让我吃了哑巴亏，这招釜底抽薪实在甚高。既然我不再放印子钱，回头我便去钱庄把我的银子取了。这是好姐姐，这次我等着你来偷。不好了，乔娘子病了！怎么了？夫人，我小娘出什么事了？乔娘子突发急症，昏迷不醒，叫了好几个大夫都瞧不出来。快收拾东西，速回江府。夫人刚才让我们在外面演了一出，假装要出门，如今这又是作何？一会儿江雪莹会来我房间偷东西，我要帮她把场面布置好，坐实偷盗。夫人怎知她定会来偷？她用这个方式得逞过，这一次我要利用她的自负，让她自投罗网。一会儿啊，我会因屋里进贼受到惊吓而倒地滑胎，你要配合好我。妈妈，原来还有这一层的打算，夫人的连环计真是厉害。走。夫人，他们是2个人，那定是春梅。妹妹是我，放心。妹妹，你还怀着身孕呢，可要小心些啊！哎呀，这屋子为何如此凌乱啊？你们竟敢来我房间偷盗！妹妹说笑了，你看清楚，这是府中的管家，我带他来，怎可能会是偷盗？我们是给你送东西的。二夫人可认得此物？
这不是我之前丢的玉佩吗？怎么在你这？唉，妹妹有所不知啊，近来这府中购买的绸缎质地极差，管家呢就暗中跟着采买的王管事去了趟绸缎庄。你猜怎么着？王管事亮出玉佩后，伙计便拿出一匹低等的绸缎，还给他偷偷塞了银票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听不懂。随后我去采买，伙计拿出来的绸缎都是正常的上好绸缎，质地细腻。哎呀，你说会不会是有人暗中指使王管事和绸缎庄联手，以次充好，从中获利？这玉佩就是暗桩交易的信物，一个丢了的玉佩而已，是有人故意想栽赃陷害我。那这个呢？这是绸缎庄少东家，也就是你乔家的表兄，为了怕报官交出的账目。这上面记录了你在郡王府绸缎采买中捞的某一笔油水。你想干什么？妹妹，我念你怀有身孕，只要你把亏空的银钱补上，这次就这么算了。我哪来的钱？没有钱，没有钱，这地上怎会这么多首饰啊？难道是妹妹未卜先知，提前用来抵债的？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别动。春梅，快来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一并拿出来。是，你们不能随意搜我的东西，我要告诉祖母。正好让祖母知道你贪污的好事。你少威胁我，我怀的可是陆家的骨肉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妹妹，别以为怀了孩子是免死金牌，若是让祖母寒了心，说不定怎么惩治你呢？为什么和上一世不一样？他查什么绸缎供货？他到底想干嘛？管家，你看看这些够抵贪墨之款吗？还略差些，略差了一些。那妹妹身上还有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哎，这簪子、衣服，哎，这镯子质地不错啊。哎，你别牵太深了。这是什么？管家，你快看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印着我的私章？这个贱人绕了这么大圈子，原来还是冲着存帖。正是世子妃印章。我的存帖怎会在妹妹身上？难不成是妹妹偷的？还是妹妹偷了我的私章？妹妹再好好想想，到底偷了哪个啊？啊！将军，夫人，我累了。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便拿走了。对了，哎呀，今日还想告诉妹妹，1月之期已到，你抵押的宅子我收下了。夫人，别砸了，这屋里头没什么值钱的物件了。滚！是。混蛋！夫人真厉害，不仅拿到了贪墨证据，还得了这么多首饰银票，还有这宅子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白得了这笔钱呢。明日就去钱庄把它取出来。是。那秋菊故意说乔娘子病了，是为了引您进去偷这存帖？她是想守株待兔，等我去偷呢。可我偏要声东击西，把存帖当着她的面光明正大的拿。可您竟能猜到这是二夫人设的局，当真是神机妙算。
他设了这个局，看来发现了我也是重生之人。既然已经露了底牌，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江玉儿，你给我出来！父亲、小娘，你们为何今日突然到来啊？玉儿啊，你告诉我，江家的老宅怎么会被人收走了？那可是祖上留下的基业呀！都是姐姐。又哭又哭，谁不会哭呢？你这是，女儿自归宁后，从未回过娘家，江家的事我一无所知啊。妹妹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哎呀，你气呢？当初你信誓旦旦的说，把老宅抵押了换银子放印子钱，可以翻很多倍呀！啊！你们母女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老爷，你这个逆子！我要不是你怀着孕，我打死你！江雪莹，运气是你偷的？不是啊，老爷，我整个江家都被你给毁了！老爷，你别生气了。女儿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素闻世子爷喜酒，这是我们当地千金难求的佳酿，还请二位大人品鉴。哎，请。入口醇厚，回味悠长，好酒。哎呦，世子爷，是小的礼数不周，来人！这是小的孝敬世子的，还请笑纳。哼。如此厚礼，我可不敢收啊！这万一要是官家的官印……大人放心，这些都是卑职的私产。你一个小小县城，居然能有这么多私产！来人，把裘大人的家产收缴充公，用于防治瘟疫。是，世子爷。哎，世子，这是我找人画的秦守义的画像，他失踪前最后的位置在西郊外。好，明日我与你去那边看看。感谢陆世子大恩。没事。是啊，陆世子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！我家中尚有患病的妻儿，恳请大人多赐一副良药。你也生病了，多拿一副。给，谢谢大人。九月，他可能是秦守义，快按住观察。是。世子，隔壁以沫村突然多出10几人感染疫病，我们的药不够了。我们一直在控制患病之人，以沫村怎么会突然患病？那边的药量也不足了。九月回来了吗？还没。不等了，你叫几个人随我上山采药，就地取材，配置新的药包。是。若他认定是你，即使你不动手，他也会对你下手。我还没找到机会下手，
要是就这么回去，该怎么跟宁王交代？陆大人，有个捕快染上了疫病，是否先封了府衙，以免疫病扩散？回来！立刻派人把病患送到乙魔村。这是为何？我是宁王派来的监军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切记要保密。大哥，别怪我，你泉下有知，要寻仇就去找宁王吧。大人，世子昨夜上山采药，跌落悬崖。我们在山崖下并未搜寻到世子，只找到了这个。这香囊是我大哥的随身之物，看来我大哥已经……大人节哀。进来。这是世子之前没收你的私产，我给你要回来了。大人，这是何意啊？大人，你这几天辛苦了。他日我若能高升，必为裘大人美言举荐。信阳百姓摆脱疫病之苦，前来大人您殚精竭虑，日夜操劳，小的定会亲笔上书，将大人您的功绩一字不落的写进奏折里。这是怎么了？右眼一直跳个不停，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怎么，这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夫人，今日有贵客包场，还说要见您。贵客？什么人啊？我没见过，不过穿的倒是很贵气。上一世，我随陆良见过宁王之后，他便屡屡纠缠于我。
这一世我们并未见过，他为何会找上门来？随机应变。不知贵宾找我，所谓何事？你不认识本王？于城中有这般年岁与身份的王爷，想来是宁王殿下吧？本王今天过来，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：陆君行死了。王爷这般行事，不知宁王妃作何感想？恕不奉陪，告辞。还从未有人敢如此忤逆本王，你越是抗拒，本王就越是要把你收入囊中。不会的，上一世世子是从信阳平安回来的。对，他是故意这么说。陆君行不会有事的。夫人，二公子从信阳关回来了。世子呢？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？大哥为了搜寻药材，在信阳出了意外，不慎坠落悬崖。不可能！这是我们在山崖下找到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会禀明大哥在信阳的功绩，恳请圣上为他追封上子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只拿这个东西回来，你就告诉我他死了。那么高的悬崖，想必尸骨无存。九月呢？九月是他的贴身护卫，他为何也没回来？大哥坠崖前，9月就不见了。夜病死人无数，说不定9月也没能躲过呀。世子坠崖，9月失踪，怎会如此巧合？信阳到底发生什么？我定会查个清楚。传媒，帮我准备拜帖，我要求见长公主。是。什么？陆君行当真死了？我亲眼看见他落下悬崖。他这一死，江雪莹可就再无依靠了。姐姐，你也有今天。
你当初换嫁选我，还真是选对了。我夫君这么有本事，肯定很快就能让我成为诰命夫人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也跟着夫君好好风光风光。那是自然，迟早的事儿。陆君行死了，我们的孩子就是陆家唯一的血脉。可如今马上就要显怀了，这有何难？你我二人今夜努力，早日再怀上一个。真是倒霉啊！这么年轻啊，说好大的胆子！谁让你们管这些的？二公子命我们即刻准备丧事，抛出世子，早登其乐。混账！这个家轮不到他做主。撤了，全撤了！老太君已经病倒了，您消消气，别再伤了身子。我知道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能得到王爷赏识，是陆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次做得不错，不枉本王对你寄予厚望。此次能得到圣上嘉奖，全仰仗王爷您的提携，陆良铭记于心。这越界的情谊堪称一绝，王爷好品味。裴夫人出嫁前可是远近闻名的古琴高手。王爷可还满意妾身？你是说昨晚在榻上，还是刚刚在台上？本王都很满意。那我夫君裴员外郎升迁一事，你让本王满意，本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这女人难道是户部员外郎之妻？宁王竟偏爱有夫之妇。我会早去早回，平安回来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还乡平安。我在家等你。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陆军行才兼文武，于抗疫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擢升为礼部郎中，钦此。既然兄长已逝，那这赏赐就由我来带领。谁说我死了？军行，监军陆良玩忽职守，贪功冒进，重罚3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钦此。来人，施杖刑。我错了，别打了。施行完毕，奴婢先行告退了。不去。且慢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算计兄长，与宁王狼狈为奸，你颠倒黑白，把功劳算在自己头上。我冤枉啊，大哥！我知道你坠崖之后，我就派人一直在崖下。何等行径，按家规应打30大板。大哥，我刚打完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我夫君会被打死的。祖母，您忍心让我的孩儿一出生就没有爹吗？陆家世代忠良，行谬必罚，过失必究。来人，给我拉下去打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若有下次，我定将你逐出族谱。挨了那么些个板子，这么快就好了？本王还以为你要多养些。这位是内子江雨儿。陆良，本王倒是小瞧你了呀。这里本王收了。
我来了。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居然给我下药！你把我送给别的男人！第一声血，难道很光彩吗？知道不光彩，他干这么不要脸的事。怎么？你还想打我呀？你以为我不说，就没人知道了？夫人，你一定要理解我。我如今试图尽悔，前路茫茫，唯有宁王可以帮我。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只要你能帮我挽回局面，重新获得宁王的信任，你打我吧。你就是个窝囊废，好好睁开眼睛看看你自己，真让人恶心。王爷，人已带到。下去吧。是。陆良让你来的，他也太沉不住气了，这就想要好处？不，是我自己想来见王爷的。有趣，说说看。陆良此人懦弱无能，难堪大用。我虽为女子，但也懂得审时度势。若王爷肯垂怜于我，我定当如利刃在手，供您驱使。有趣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一个为自己来见本王的女人。有趣。你看，这幅画的可像你。王爷，画工了得。我听说，江家姐妹二人共同嫁入世子府。陆君行的妻子，可是你姐姐？王爷此话何意？守着去，别让江雪英发现。是。
居然早签好了和离书。姐姐的肚兜。有空多来啊！王爷身边鹰燕环绕，为何偏偏盯着我不放？因为只有你，是本王想得却得不到的女人。1年后和离，原来你跟陆君行早就要和离了，这倒给本王省了不少事情。王爷真是手段了得，手都伸到我屋里来了。既然是假成亲，选他，还不如选本王。王爷哪来的自信？论容貌，陆君行风神俊武；论才学，他高中介远；论志向，他心系天下；论家世，陆家世代中名。你说本王不如陆君行？即便是假成亲，我也只愿选陆君行，而非王爷你。那事情倒简单了。上次在信阳关是他命大，不过不代表每次都会这么幸运。陆君行遇害，原来是他下的手。我与陆君行只是合作关系，王爷用他可威胁不了我。那你在意什么，本王就会毁掉什么。本王有的是时间和手段陪你玩。江雪影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识相点，早点成为本王的人，不要让本王等太久。世子，9月侍卫的密函。请以招供，携其回城。那是什么？宁王派人送来的，说是世子如果看到了，就把他要的东西给他送过去，日后便不再为难世子。宁王。是雪莹的。要害你是宁王。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，正是宁王。我此次去信阳，就是去找能够指控宁王的人证。什么？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些，是怕你卷入危机当中。没想到宁王还是盯上你了，是我大意了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宁王来金武坊找我，拿了我们的和离书，想要试探你我的感情。他真是十分歹毒，他还给了我这个，想破坏我们的关系。能进到我房间拿到如此私密之物，看来是我那好妹妹的手笔。她竟攀附上宁王。9月已经带着人证跟证据，秘密赶回虞城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会将这一切都呈给圣上，一举扳倒宁王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这个戒指里面有特殊药粉，转动戒指表面便能打开机关。在遇到危险时，可以解一时之急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长公主让我明日陪她去一趟寺庙，听闻她的手帕胶最近忧心于母亲的病症，想要求一个平安符。好。但这个还有和离书之事，我绝不会轻易算了。
这么说我？世子不过与你假意成婚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世子？烦请转告王爷，这是我们世子妃相赠。好的。等等，江夫人，你可是来找王爷的？可否让我看看？那您快点，可别耽搁了。初九有事，塔林寺相见。这个贱人，不管我想要什么，你都要来横插一脚。这是世子妃派人送来的。清武方，这江雪莹可算是开窍了。初九有事，清武方相见。你怎么来了？王爷，不是您约我来此处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江雪莹呢？姐姐的丫鬟给了我一封信，说是宁王府送来的，约我来金武坊。难道是姐姐发现我偷了她的肚兜和和离书，所以借机来敲打我？不过王爷，您为何会在此处啊？还以为他识趣，愿意顺从本王，看来我是小看了，竟敢戏耍本王！王爷，莫动气，喝杯酒，消消气。姐姐向来不懂事的，哪有女儿贴心啊？你们姐妹二人性情可真是天差地别，还是你更乖巧些。长公主参见宁王妃。上次的事多亏有世子妃，我才如愿为母亲求得平安符。这份心意我记下了。宁王妃言重了，您与长公主是手帕之交，有需要的地方，雪莹定当竭尽全力。今日出来不过图个自在，就别这样客气见外了。雪莹给你们准备了5方上等的雅间，这边请。等等，此物价值不菲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回世子妃，是雅间的贵客赏的。你去贵客的包间，帮我把他的玉佩偷出来。这翡翠的成色质地，瞧着倒像皇室之物。
哪个房间的贵客？王妃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妃，都是这个贱人，是他故意弄我。民妇知错，民妇知错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妇江雨儿。你就是那个贪功冒进、被打了几十大板的陆良之妻。早就听闻你们二人是余城的笑话，还真是蛇鼠一窝。穿上你的衣服，滚出去！把门关上。女人不是你们男人犯错的遮羞布，把一切错误都归在女人身上，算什么男人？王只是多喝了些酒，一时糊涂，喝多了。喝多了？酒醒了吗？醒了，醒了。王妃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最近住在娘家，照顾母亲。没想到我的夫君如此逍遥快活，舒服得很呐。王妃，我只是逢场作戏，我本事还没做上。你还想做些什么？我真是脏了自己的眼。是我做着王妃太久，让你忘了我身为武将之女是这般好欺负的。本王可是亲王，别太过分。若非我父亲手握重兵，为你震慑朝堂上各方势力，你能安安稳稳做你的亲王？王妃说的对，如此丢人现眼，还不给我滚回府去！是。今日家中有事，我们改日再约。说的是呀，王爷怎么挂彩了？莫不是屋里红杏多枝，擦伤了王爷的脸面？是你把王妃引到这儿来的。王爷威胁我时，可曾想过，你也有惧怕之人？江雪莹，你给我记着，这笔账，本王迟早跟你算。雪莹，今日这一切是你故意安排的吧？长公主慧眼如炬，雪莹不敢隐瞒。宁王一直纠缠于我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女子于这世间本就艰难，处处受限，又常无端遭人觊觎。我懂你做这一切实属无奈，可你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些吧？谢长公主体恤。夫人，那东西要还回去吗？宁王的东西看着就烦。忘。夫人，您是怎么知道二夫人会把您约宁王的地点改在金武坊呢？因为不管我约在哪，我都定然不会在金武坊出现，而金武坊是我的，约在这里，宁王亦不会起疑心。好一个灯下黑呀！不过还是夫人您更胜一筹。夫人，待我把事情处理好，就去探望岳母大人。管好你自己，再敢做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我拆了你的宁王府。夫人慢走啊。王爷，别打了！
不？啊！我呀，我不是行，都是这个贱人，都是这个贱人的错。是江雪莹，是他故意做局陷害我和王爷您。要不是你自作聪明换了子瑶，他怎能轻易算计得了我？你们比他两个，一个成事化功，一个办事有余，还不忘丢尽颜面。江雪莹敢说本王，那本王就不陪到底。你个贱妇！你这个扫把星！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要休了你！你要休我？你凭什么休我？说到底，也是你先害的我！你还说？你还说？大吵大闹的，成何体统？祖母，江源不守妇道，勾引外男，我要休了他！陆良，明明是你为了一己私欲把我送给他，你现在反咬我一口！别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江女儿失身给外男，还导致我们的孩子小产，这种女人不可再留！什么？孩子明明是你打我导致滑胎，孩子是你杀的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沦落到今天这地步，全都是你害的。江雨儿，我自问从未主动伤害过你分毫，你如今的下场，怨不得旁人。你把我推进陆良那个火坑，还说没有害我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还任由我嫁过去。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怕不是忘了，是你以为我上一世能封得诰命是靠陆良，所以非要与我换嫁。你错得离谱。上一世他能封侯拜相，都靠我殚精竭虑、苦心经营。我的人生，无论哪一世，都是我一步一步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。你不过是占尽天机罢了，你赢了，当然可以高高在上说这些风凉话。可我不甘心，为什么2辈子我都要输得这么彻底？我们是姐妹，本应该相互扶持，可你呢？重活一世，竟联合那些曾经害你的人，田姨娘、冷月，甚至宁王。你处心积虑的算计我，恨不得我去死。如今这一切都是你种下的恶果，是你作茧自缚罢了。你胡说！是你抢走了我的契约，所以你才手中顺遂，我手中碰壁，过得如此凄惨。你总是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别人，甚至荒唐的气运之说。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我和你从一开始就走了不同的路。宿命的选择，
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，江神瑶，别回来！心比光温热，燃烧倔强的你回来！腐朽还是新鲜的，冥冥中已有取舍。谁记得眼里最痛的底色？伤痕着不如歌，三生曲折，忽然星河，跨越千山万水的沟壑，梦如火，命如歌。孩子，毕竟是我们陆家的子嗣，我想去一趟道观，为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做一个超度法事，也算是对列祖列宗的一个交代吧。祖母，您也别太过伤心了，身体要紧，我这就安排人陪您一同去道观。好孩子。为什么重婚一事还是输给江雪莹？我没错，我才不会输。9月，他消失了这么久，不回郡王府，却行色匆匆的去了精武坊。这个消息，宁王应该会很感兴趣。世子，又见面了。上月瘟疫，多谢您给的药，救了我的妻儿。告诉我，当年信阳关一役大败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宁王掌管兵部多年，暗中大肆贪污。10年前，陆老将军被派往信阳关御敌，到了那边才发现，将士们的刀剑弓弩都是此批，军粮也是掺了沙子的粮食。陆家军将士奋勇杀敌，最后却被你们这些蛀虫背后捅刀子，全军覆没。我是罪人。那宁王最后派人杀你，可是因为你手上有他贪腐的证据。是宁王借神奇药行把贪腐之款伪造成药房营收，我有账本和往来书信为证。明日我上朝，把证据呈给圣上，你看好他，不要出任何差池。是。这超度法事做完，我的心终于踏实了。老身多谢道长。老太君客气了，到前面休息一下吧，顺便等一下世子妃。好，请。那您在此稍作休息，我们就告退了。好。
请徐太医。是，你去把世子找回来。再去那边搜。世子，老太君已经醒了，但还是没找到夫人。世子，有人在后山发现了这个，我觉得可疑，或许有人假扮道长掳走了世子妃。后背有伤，难道是陆良？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果然是你！说，雪莹在哪儿？大哥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怎么知道？畜生！伤害祖母，绑架兄嫂，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告诉我，雪莹在哪儿？如果不这么做，死的就是我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务必把江雪莹带回来，否则你这条贱命别想要了。他现在就在宁王府上，大哥猜猜看，宁王会对他做什么？世子，不可！万一是宁王故意设下的圈套，你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。这是我的腰牌，你即刻带着秦守义和账本进宫面圣，将宁王这些年犯下的罪行一一呈到圣上面前。我们忍辱负重了这么多年，定要为陆家军沉冤昭雪。待事情办好之后，放信号弹告诉我。世子。醒了？绑我的是他。你这女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让本王跟你来硬的。此前我那些手段，或许激怒了王爷，但王爷身边佳丽众多，您不就喜欢我这种桀骜难驯的性子吗？你说什么？不然，怎会让王爷另眼相看啊？如今我已任由您拿捏，您还非得绑着我。你这女人诡计多端，本王不得不服。怎么，王爷怕了？我还以为王爷胆识过人，除了王妃以外，天不怕地不怕呢。你还有脸说？这府上上下都是您的人，我肯定插翅难飞。您看，手都泪红了。王爷真是不懂怜香惜玉呢。你这个小贱人，本王在你身上吃的亏，今天晚上全都得讨回来。我的眼睛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王爷，陆之星闯进院子。江雨儿，没想到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。陆良休我，江家厌我，除了投奔宁王，我还能去哪？难不成姐姐会收留我？与虎谋皮，终究会害了你。你少教训我了，你都自身难保啊！好，陆世子，
你敢只身闯我宁王府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陆军相，给我放了他！凭什么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请你二人别想活着踏出我宁王府半步。我手上有你贪腐的证据，你利用审计药行洗发物，贪污军饷的账在我手上。你放了许云，我用账本。陆军相，这是能让陆家军洗清冤屈的证据，你不要冲动。我先杀了你，再拿你手中的账本，不是一样？与王爷斗了多次，若无任何准备，我怎敢闯进来？我已经告知了长公主，今日我们会来拜你。若我二人有任何不测，王爷决定，此事会轻易了结。这个账本如果呈到圣上案件，以陛下雷霆手段定会彻查到底。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搭上自己全部的权势、财富，乃至身家性命吗？你敢威胁我？我今夜孤身前来，不就是想与王爷做一个交易？你放了雪莹，我把账本给你，与你无损，与我有益，双赢之事。我相信王爷知道该怎么选择。我怎么知道你手中的证据是真是假？把账本给我！先放雪莹离开。好。我们同时交课。江云儿，去把账本拿过来。走吧，姐姐。先让他们两人出去。你竟敢反悔！你反复无常、阴险狡诈，我怎么敢轻易信？唯有确保雪莹安全，我才能将账本给你。好，让他们走。现在可以把账本给我了吗？竟敢打我！住嘴！陆军相，都杀了，一个不留！快跑！
怎么样？疼不疼啊？没事。陆君行，今天走不了了。陆君行，你果然有诈！宁王，你所做的一切，圣上已全然知晓。你会为你所做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全都去死！给本王陪葬！我今日死了又如何？明日也会失去一切。陆君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愿与你生死相依。世子呢？世子大概在金武坊陪着冷月姑娘吧。江玉儿呢？世子妃作恶多端，被世子休了。你怎么跟失忆了似的？难道因为没做到后面太不高兴了？难道我又重生了？谢瑶。
当一时我们都死了，但我们都重生了。重生？对。你说，我们之前经历的一切，都是上一世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已经重生过一次了。二公子，你又回来了。世子，今夜亥时，我们进入方向见，我再慢慢和你解释。快走！不管哪一世，你都是我的爱人。公子，您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公子，你怎么在门外守着？里面有谁啊？夫人在做什么啊？公子，公子，夫人呢？身体不适。公子，公子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二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你还让你的丫鬟在外面守着，白日炫映，成何体统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！焦俊营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妇，你给我过来！哎，小心我们晚上见。世子，您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你准备一下，晚上随我去精武坊。需要为冷月姑娘准备礼物吗？是要准备一些，有些事我也需同她做个了断。是。等一下，帮我准备一块硬砖，越硬越好。不知廉耻的女人，就因为她是世子，就迫不及待的想往上贴是吗？我滚！少说这些混账！好，刚成诰命夫人，就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好，那为夫今天就教教你，什么才是规矩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就要打你，不仅打你，我还要和你和离。和离？你就这么想去伺候陆君香？天不如你愿。我与你和离，是因为你这个人自私自利、卑鄙无耻。与你这种人共处一室，多一刻都让我感到恶心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绝对不会如你们所愿，狗男女！还是不够硬啊！世子，您来了。冷月，我已知晓你并非是当年救我的人，我对你也从来没有过男女之情。明日你便离开玉城吧。
这些银钱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。可是月儿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了什么坏话？是我话说的不够清楚，你我之间早已缘尽。这些银钱是我能留给你的最后体面，不要再试图耍任何手段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到底为什么？世子，您总该给月儿一个解释。而死，这一世，我们需更小心应对。这一世的我还没有与宁王正面交锋过，我手上也没有能扳倒他的证据。我会派人尽快找到秦守义。宁王不知情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我们可以暗中谋划。陆良现在是他的人，受他重用。等解决你和离的事，宁王交给我想办法对付。他觊觎你已久，我不会再让你涉险。怎么样啊？还好吧，时空人下不一样。来来来，日头晃，人生嚷，且来听听陆虎荒唐账。这陆良之妻江雪莹一眼看上了大哥陆君行，勾引献殷勤，把那世子迷得晕头又转向。雪莹不知廉耻呀！勾引君行，伦理忘，一眼相对斜面掌，全然不顾陆良郎。于大伙啊，说一件新鲜事儿。这件事儿啊，它就发生在陆府啊，这陆家的弟弟的媳妇儿啊。哎呀，谢李爷，咱们今天不做了。哎，收了吧，收了吧，今
鸡蛋不响了，收了吧啊！一女子名节恶意编排，简直欺人太甚。你不要放在心上。百姓们就是为了凑个热闹，等有更新鲜的事情，这事儿就抛之脑后了。就算我们真有什么，凭什么把过错都让女人承担？男人只需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被原谅。况且我们事出有因。我都不在意，你这么生气啊？我就是听不得他们这么说你。这谣言一夜之间传遍于城。此事定是有人蓄意为之，想毁坏我的名声。让我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，为你出口气。你不觉得这个行事风格和手段很熟悉吗？江雨儿，她不是被我休了吗？现在应该在江府吧？我得亲自去会会他。上一世我们只见他中箭倒地，不确定他是否死了。也许他也重生了。他也重生了？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是特别的。他们故意传我们的事情，也并非全无用处。你是想借这个机会，借力打力，助你和离？知我者，是子也。脉象微弱，气血虚浮，确是昏迷之象。江雪莹，我的雨儿被消耗，一直昏迷不醒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是雨儿的姐姐，怎么做出这种事情？江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，身为人妻不知检点，成何体统？让你脸上有光就是江家的好女儿，让你丢了颜面便是毁了整个江家。父亲可曾想过，你和江家的颜面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根本就无人在意。你怎么和你父亲说话的？孽障，反了你了！我如今是诰命夫人，江大人莫要介意。小娘，父亲，你们可别忘了，如今的我不会再任由你们拿捏。小二，二公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冷月，你不是我大哥的人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信主烦闷，如今世子和江雪莹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你我二人况且，这江雪莹才封了诰命，就与世子安通款曲。若真让他们成了，一个世子，一个诰命，你在这府中可还有立足之地？
二公子还是要早做打算啊。对啊，祖母最在乎陆家颜面，若是真坐实了他们的丑事，江雪莹往后在府里就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具体怎么做，听我安排。好。夫人您吃。我不想吃，您吃吧。二夫人，这是二公子出门前嘱咐我交给您的。知道了。陆良约我今日戌时金吾坊相见，详谈和离之事。我还没收拾他呢，他倒是按捺不住了。夫人为何这样说？万一他是诚心想谈和离呢？要想谈，什么地方不能谈？非要去金吾坊这种地方谈？看来这次又想毁我清白，做一些下作把戏了。这您都能知道啊？心术不正之人，翻来覆去不就那几个手段，我都应付烦了。世子查清楚了，您和二夫人的传言，您和江姑娘的传言是冷月的丫鬟珠儿传出去的。茶楼和皮影戏的老板都收了她的银子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世子，我家小姐说临走前有些东西要归还给世子，还请世子去雅见一见。世子，你我多年情分，你怎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赶我走？你不是说今日有东西要还我吗？玉佩给我。这玉佩我从来……这铃铛很是熟悉。世子可是喜欢？这便是你的招数，先用崔晴香害我，然后呢？然后再把雪莹骗过来，唬我二人苟且，再叫人来捉奸是吗？世子，你怎会这样想月儿？这香炉里面有什么？报官一验便知。谋害世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世子，你怎会突然如此狠心对月儿？难道我们此前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你别再演戏了。你四处散播我和雪莹的谣言，又用崔晴香害我，现如今失手，是不是又要用易容术去陷害雪莹啊？易容术，这个你也知道？你的每一步算计我都能预料到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九月，把他送走，此生不得再踏入余城半步。世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有些事还好你尚未完成，否则你连命都会丢掉。何人？陆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人家想你了，便来寻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你让人家来的吗？陆郎，这外面都传遍了，说你要休了江雪莹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你身边？你这个小狼蹄子，看我
怎么收拾你？催情香应该起作用了。世子，世子，嬷嬷怎么也有雅兴来五方了？世子，恕老身多嘴，你与二夫人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你怎么还敢来金武峰与他私会？嬷嬷这话我可听不懂了，我何时与二夫人私会了？二公子已经告知老太君，说你在此处约了江雪凝，老太君念着世子的面子，这才只叫老身来处理。哎，世子得罪了。嬷嬷，哎，哟，堂弟来五方私会，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啊？哎呦，好戏看了！流言不会就是他自己传出来的？怎么下水？这有下水呀！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陆良有一个相好叫燕娘子，若是让他知晓陆良因这传闻要与我和离，他定然觉得自己有了机会。到时你将冷月害你的催情香给陆良点上。祖母，刚刚孔嬷嬷亲眼所见，陆良在金武坊与那青楼女子肆意妄为。你故意设计整我是不是？我今日未曾出门，何来设计？这约我去金武坊的字条是你给的，你又让孔嬷嬷带人过去，不就是想诬陷我与世子吗？祖母，夫妻之间恶意算计，让我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求祖母开恩，我要与他和离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雪莹啊，两儿现在仕途正旺，你也刚被封了诰命夫人，这个时候和离，岂不是折损颜面吗？祖母，他公然与五方青楼女子厮混，如此行径，又何曾将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？又何曾顾念过陆家的颜面？你跟陆军行的事传得满城风雨，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。祖母，如今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，蓄意抹黑我与世子有染。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求祖母同意我与他和离。良儿做的是过分，莫不如你给良儿一个机会，我定会好好罚他。陆良啊，你欠本王的东西，可是忘了？王爷，陆良不敢。这朝中有才之人如过江之鲫，凭什么你能在1年内连升3级？王爷，陆良能有今日，全靠王爷提拔。既然知道，你可是答应过本王，只要我助你上位，你就将夫人送与我享恩。是。人呢？江雪莹呢？王爷，江雪莹近来性情大变，不仅要与我和离，还与那陆军行。我要的不是解释，是人，懂吗？本王可没那么多耐心。是。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江雪莹呢？吃这个。
这个好吃。江雪莹，站住！你不是要跟我和离吗？走，跟我回屋说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要回屋说，就在这儿说吧。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刻给你签休书。休书不行，我说的很清楚，我要的是和离书。你不要太过分。陆良，是你在和我谈条件，不是我在求你。行，和离书。明日跟我去参加一个宴席，只要你乖乖配合，宴席过后我立马签和离书，绝不食言。让我猜猜，这宴席是在宁王府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宴席只是掩人耳目，实则是想把我送给宁王攀高枝，对不对？闭嘴！你疯了你！闭嘴！我太了解你了，你那点所谓的才华，不过是在我帮衬下勉强拼凑出来的笑话。人前装模作样，实则好赌又好色。你除了一身的臭毛病，还会干什么？这个贱人反了你了！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不过是靠着攀附宁王得来的。你就是宁王身边的一条狗，为了讨好主人，不惜将自己的妻子送到他的床榻上，真令人感到恶心。他是怎么知道我计划的？哪里走漏了消息？要不然我们也用他们的办法，直接把陆良抓过来，逼着他按手印把和离书签了。他若敢不签，直接宰了他。怎么，重生一次，性情变得如此急躁了？你是我夫人，现在却顶着陆良妻子的名号，还屡屡被他欺负，你说我怎么能咽下这口气？我怎么冷静得下来啊？他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不足为惧的。只不过如今看来，宁王怕是要有所行动。上一世他为了得到你，用尽了卑鄙手段，保不齐这回要利用陆良，或者找什么其他理由来害你。我必须要让你尽快和离。好啊你，江雪莹这个小贱人，怎么奉了诰命之后性情大变？她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计划的？这不是被我大哥休了的世子妃吗？哼！我既来找你，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此前我一直在家中养病，最近我才知道，原来世子休我是因为江雪莹。此仇不报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所以来找我帮你。你们一个两个的，都说要对付江雪莹。你知道这个贱人有多难搞吗？哦，
看来二公子之前也使了些手段，不妨与我说说，你有什么计划？二公子无需顾忌，如今我已是弃妇，对你构不成任何威胁。我打算把它送给一位贵人，把他送到别人床上，二公子还真是好手段。诰命夫人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让他从云端跌至泥沼，这种屈辱确实够他受的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你要亲自将我引荐给这位贵人。哦，你倒是聪明，知道往上爬。如今我被世子休了，被娘家嫌弃，我走投无路，总得找个贵人依附，为自己谋条出路。你这姿色，说不定贵人真的会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祖母，雪莹嫁与陆良受尽委屈，孙儿于心不忍，希望祖母能够同意雪莹和离，望祖母成全。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？她是你弟妹呀！你若真在意她，便不该这样毁她名节。名节重要还是雪莹的幸福重要？难道就为了所谓的名节，为了陆家的颜面，就要让雪莹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、牺牲一辈子吗？你放肆！身为世子，你竟然做出如此败坏郡王府门风之事！只要祖母同意雪莹和离，孙儿可以不做这个世子。你说什么？孙儿愿将爵位让给宗族其他子嗣，均行此生，只要雪莹一人。你糊涂啊！不是世子，身无长物，难道你觉得他还会跟随你吗？他会的。我与雪莹生死与共，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。真看不出来，大哥是如此深情之人，只不过这深情竟然是用在我夫人身上。你根本配不上的。我有功名在身。大哥不过是有个世子的名号，你就配得上了？少说两句吧！你们两个堂兄弟，竟然为了一个女人闹成这样，简直是让外人看我们郡王府的笑话。祖母所言甚是，我乃陆家子嗣，理应顾全大局。既然兄长如此执念，我愿意与江雪莹和离，成全她。只不过，说，我有一个条件。
世纪同学，不能让他们看见你身上有伤。再打下去，怕是会打坏了。世子，你就服个软，认个错吧。我对他动情已久，这个他，我愿意爱。花灯亮起之时，我便护你一世。停！不要打了！受到如此痛楚，他在何方？他又何曾为你做过什么？他为我而死。执行啊！何丽说，花飞一去不回。陆君祥，陆君祥，江姑娘，你找借口让我去景武坊查账，就是为了把我支开是吧？何烈说，我给你拿到了。你傻不傻呀？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下这些？我不想你看到我挨打，多丢人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丢不丢人？白想。我给你上药。哎呀，好疼啊！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侯爷，别打了！废物！谁让你和离的？本王管你要人，你倒好，把人给推出去了。王爷息怒，何离，这是缓兵之策。我后面还有一石二鸟之计。就凭你，你要是想得出计策，本王现在为何还没见到江雪莹？给我继续打！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爷，我为你引荐一个人，定能解你心头大患。进来。你是陆军行的前世子妃？此前什么身份不重要，此后我只愿为王爷出谋划策，排忧解难。你凭何会觉得本王会收留你啊？我在郡王府多年，又是江雪莹的妹妹，我对她了如指掌。陆良办不成的事，我可以，我比她有用。只求王爷肯收留我。你是要把他迷晕，然后把他送给贵人？若真是这样，岂不是便宜他了？我要让他一无所有，痛不欲生。他们2个人和离是你出的主意，说说看，接下来是什么计划？陆军行为了得到江雪莹，挨了30大板，而这板子上有毒。能解毒的药，在王爷手中。王爷什么都不用做，等着江雪莹主动上门便可。这份好礼，就是我给王爷的投名状。这的确是份好礼。不过，你与江雪莹姐妹一场，你如此恨她，难免让本王产生疑惑。我落得被休弃的下场，全都是因为她。她不让我好过，我也让她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好，那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究竟有多大能耐？世子已经烧了1夜了，到底何时能好？哎呀，他中毒了，我只能暂时开一些压制毒性的药，要尽快找到解药。9月，暗中调查行家法的下人，务必要找到下毒之人。是。不必送了。多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此前这可是我的房间啊，姐姐倒出入的自在，我反而不能来了。你也被世子休弃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被休，还不是拜姐姐所赐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与世子夫妻一场，他中毒时日无多，我自该来看看热闹。你怎知他中毒？是你下的毒。姐姐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怎么成我下的毒了？又不是我让他挨的板子。原来陆良同意和离，是想在他行家法时下毒。你们一个是他的堂兄弟，一个
曾是他的妻子，竟狼狈为奸，害他至此。姐姐莫要心忧，我知道解药在哪儿。宁王府，江玉儿，我无数次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竟不知悔改，与宁王联手。你知道了一切又怎样？看着心爱之人死去，还是为了心爱之人爬上别人的床？我好想知道姐姐会怎么选啊！哎呦，陆君行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场。谁呀？是你。你今日怎么主动找上本王了？王爷明知故问，你给陆君行下药，不就是为了引我过来吗？你以人妻之身与陆君行暗通款曲，在本王这儿又有何不可？陆君行能给你的，本王能给；他不能给你的，本王也能给。王爷用如此下作之计，逼我就范，可我也并非任由你掌控的玩物。说说看，你想要什么？一座独门宅院，一场风光的纳妾礼。王妃是将门之后，王爷可敢答应吗？有何不可？但你真的愿给本王做妾？就算别无选择，我也不会自轻自贱。我要有名分，要体面的活着。给我解药，待陆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言。好。王爷不可。是你，王爷。江雪莹心思深沉，若得了药，恐怕会出尔反尔。不如给她一半，事成之后再赏她另外一半。好主意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江雨儿，你为何阴魂不散，非要害我？你和世子私相授受，害我被休之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日啊？这笔账，我迟早跟你算。你果然是本王的一把利刃，比陆良那个废物强多了。
雨儿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兵部侍郎给王爷送来一箱南海珍珠，以表忠心。说的话是句。另外，王妃快回来了，最近行事低调一些。是。去吧。我姐姐向来诡计多端，惯会拿捏人心。她被迫嫁给王爷，心中记恨，说不定日后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不如王爷也给姐姐画一幅美人图，有了这把柄在手，她也不敢肆意妄为。你姐姐要是有你这般识物，那本王也不必如此大费周章。我说过，待陆军行安然无恙，我自会践行诺。王爷这是做什么？放心，本王也不会怎么样，只是作画而已啊。那王爷不妨跟我说一说，这画中女子皆为何人？等本王将你画完之后，再慢慢给你讲。别不知好歹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放开！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他怎么提前回来了？进来，把他们二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雨儿，给我看住他。是。把他看好了，2日后纳妾礼，万不可出差错。恭喜王爷纳妾！恭喜王爷纳妾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江雪莹，你终究是本王的女人。怎么是你？我与姐姐换嫁了，王爷可还喜欢这个惊喜？你凭此牌可任意出入。来人，让这个贱人跑了！江雪莹人呢？说。在此。陆军行，不是中毒了吗？禁军已经查抄了宁王府，从画室里搜出了你这些年贪腐的金银财物。
哼，少在这诓骗本王！你不可能拿到钥匙。你说的是这个吗？放开我！没那么多耐心。王爷，王妃回府了，马车刚到门口。进来，把他们2人送去外宅，2日后举办纳妾礼。我故意让你给姐姐作画，就是方便她趁机踏下你的钥匙。贱人，你敢背叛我！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，何来背叛？好啊，你们姐妹2人联手演戏来诓骗本王。江雪莹，你要什么本王都能给你。为什么偏偏选择陆君行？陆君行能给我真心，王爷有真心？你们这群人，在本王眼里只不过是一群蝼蚁，弄死你易如反掌。给我杀了他们！陛下口谕：宁王贪腐无度，残害忠良，私养府兵，其心可诛。即日起，贬为庶民，没抄家产，择日问斩。他的令牌是假的，他敢假传圣谕。我已经派人把秦守义送进宫中。你这些年贪腐的罪证，连同你当年害陆家军惨死的真相，全部呈于陛下案前。宁王，你大势已去，不要再争执。不可能！秦守义远在西洋，你要身中剧毒，你中毒不过是装给你看的，实际上我去了信阳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秦守义还有画室的秘密？不可能！本王怎么会输？秦守义和画室里的证据，你们不可能知道。你就当我们做了一个梦，有了一场特殊的机遇吧。荒唐！本王竟然输给了一场梦境。不，你是输给了自己无穷无尽的贪欲。江雪莹，我只问你，那日宁王下令放箭时，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小心！小心！你重生了？这些年，不，这2世，我处心积虑设计了你一次又一次。我以为你对我恨之入骨。宿命的选择，坠入梦魇那一刻，在漩涡里挣扎着。你叫了我这么多年的姐姐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做不到。做不到眼睁睁地看你死在我面前。你以为你可以依靠的人，反而害你最深。你以为我抢了你的气运，其实是你选错了人。女子出头本就难，
我入素贞不强，难道就该被人踩在脚底下吗？我只不过是想活得风光体面，我就成了错。你没错，女子想活得风光体面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但我们想活出一番天地，必须要靠自己争取。抢夺来的，依附别人的，终有一日也会失去。我跟你斗了这么久，难道只是一场笑话？妹妹，这么多年，你费尽心思的算计我，到头来得到什么？如今上天又给了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难道你还想重蹈覆辙吗？妹妹，当真要离开余城啊？害过我的人，宁王、陆良，全都被我解决掉了。陆良也。从前我以为女子只能任人摆布，所以才做错许多选择。这一世，我也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一次，若非你从中周旋，宁王恐怕没有那么快落入圈套。还是世子足智多谋，想出这么个以身入局的法子。不过那30大板，确实是挨少了。你这又重生一次，怎么没有半分长进呢？他怎么也重生了？我以为只有我们两个特殊呢。回头慢慢给你解释。你特别，你不过是和他重生一次，我和姐姐重生了2次呢。陆君行，你还休了老娘2次呢。我也该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报复你了。哎，你别乱说啊！我可从来没有碰过你，我哪一世重生2世，终得圆满。人间至幸，不过是与所爱之人共守晨昏，岁岁安然。好了没有啊？还需要画多久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快出去，不要坏了规矩！快！娘子今天真好看。谁是你娘子啊？哎，你快走！你是我娘子啊！哈哈哈。第一次见你，你就是我娘子。谁家好郎君第一次大婚穿白的？